既然咱们成了夫妻，接下来还要并肩合作，那我便说一下各自接下来的规划安排。我先说一说啊，我呢准备要找点法子赚钱，先把吃住方面改善了。我准备先写一个画本挣些钱，来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。明年2月的童声考试我会继续参加，考上秀才之后呢，我还准备一路接着考。科考入试还曾是前世的遗憾和执念。你这次对考童声和秀才有很大的把握吧？不出意外的话，我这次一定能考上秀才。听说你上2次去考童声，中途都病倒放弃考试了，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之前2次考童声我都是去县城住的，然后呢，我姐会特意给我熬鸡汤。我的成绩历来比陆周瑾更好，那些题我都会。如果不是中途肚子疼无法继续考试，童声考试我怎么也能过的。你那个姐姐还真是让人一言难尽啊！如果只是1次还能说是巧合，可是连着2次那就不一定了。你这次考试呢，我觉得她应该还会再给你送鸡汤，到时候就拿回去好好检查一下。如果里面真放了料，那咱们就闹出去，让大家都知道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要是考上了秀才，甚至是考上举人进士，对他不是更加有利吗？到时候你能够为他撑腰，夫家也不敢欺负他。要真是他下的料，那他图什么呀？图得到后娘的喜欢？比起让我这个弟弟有前途，她更愿她丈夫能考上秀才。后娘和我爹能够帮上她丈夫，所以对她来说呢，不难选择。亲爹不疼，后娘继哥继妹恶毒，连异母同胞的亲姐姐也要害她。没事，先苦后甜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啊！咱们都先苦后甜。我手里还有最后一些银子，明天先带你去买2身衣服。好啊，那就多谢啦。你要不先躺下休息一会儿？我房间里就只有这1张床，被子也只有1床。你要是介意的话，只能明天去镇上买一个小榻，再买1床被子，我来睡。反正今天都得要睡1张床之后也就无所谓了嘛。咱们一人睡一头，明天再买床被子，分开自己盖自己的就行了。你每天还要看书写字，这睡不好也挺影响的。而且这屋子里再放1张小榻，那是过路都难了呀。行，那明天再去买1床被子。你先休息，我翻翻书。好。他在现代5岁时不小心摔进游泳池，被救起之后就发现掌心多了1颗痣，还能感应到里面有一汪泉水，不过却没有对谁说过这个秘密。这泉水对人体没有什么太大作用，喝下去呢能够增强体质，却不能治病、美容美颜什么的，不过能够促进植物生长，催发植物的生机。像是快死的植物，滴上一点泉水就能救活，用泉水洒过种出来的瓜果蔬菜，口感就会比普通的好了不少。五郎，奶奶叫你们出去吃饭了。马上就来。你醒了？是啊，醒了。奶，我们来了。来了呀。行，那就吃饭吧。奶奶，咱今晚就吃这个啊？不然呢？今天不是我和相公成亲吗？怎么就吃得这么寒酸？能有这些吃的就已经不错了，别家想吃还吃不上呢。你们老乔家吃的还不如这个呢吧？今天吃的呀，已经比以往好了。怎么，你第1天进门就开始挑3拣4的啦？哎呀，我吃这么寒酸倒是无所谓的，毕竟我还年轻嘛。可我这不是担心奶奶和几个伯伯伯母吗？担心我们？担心我们什么呀？奶，您看看您自己的身体，这都成什么样了，居然还吃得这么差。我之前说我是福星，你也能沾上福气，长命100岁。接着他又话锋一转，但是确实得有个前提啊，不然这寿元也难长久。什么前提呀？前提是您的身体好，这要是身体都衰败亏空了，那就是吃个仙丹妙药，那也活不长呀。你这是咒我呢？我身体好着呢。哎呀，奶，您身体是表面上看着还行，可这内里呢，
已经开始衰败了。您看看您啊，两边颧骨泛乌，气管五行属金，颧骨在五行中呢为金木交汇之位，颧骨黑者为金生水，那是泄气太重之象。什么是泄气太重之象啊？就是从您面相里呢能看出您容易得寒喘之症。奶奶，您是不是有时候会突然间呼吸急促，焦躁不安，这喉咙里总感觉有痰，夜间尤其还会畏寒背冷，喷嚏频频，流涕不止。他家是中药世家，虽然不擅长把脉看病，但却有传承多年的特殊的望闻问之法。那我这病严重吗？对寿命可有什么影响？倒是不算太严重，之后再犯的话呢，我给您做一副药丸吃吃，就能够药到病除。不过如果身体保养的不好，还会反复，时间长了对寿命肯定是有影响的。要是不重视不吃药，加重病情之后，还会有生命危险啊！能治就好。那和吃的有什么关系？吃不好，这身体想要的营养就不够。就像你是种稻子，这水不够就长不好，更甚至是干死，身体亏空的厉害。这平常看着还好，可这一旦发作，那可是很严重的。你看这村里的穷苦人家，干活累啊，吃不好，这能活得长寿的老人是不是极少啊？城里那些富贵人家，吃得好，干活少，还有懂保养的，是不是高寿的老人就多呀？这倒是，我去县城几个富户人家干活，就见他们家中有60、70岁的老人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所以这身体好与不好和吃呢有很大关系。你们看看你们这都吃的什么呀，一点油水都没有，平常还要干田里的重活，这身体怎么熬得住呢？大伯、二伯、三伯、四伯，别看你们长得挺壮实，我公公比你们瘦，但你们要是和他一起去医馆把脉，他的脉象绝对要比你们强，他从面相气色上看就比你们要好得多了。几位伯母，你们也是一样的，别看我后婆婆比你们娇柔，可是身体绝对比你们要好。你们都有没有发现，她只是比你们小了几岁，可却比你们看上去要年轻多了。这要是出去，人家外人看着不会觉得你们是她嫂子，而是她的长辈，你们比她看上去至少呀要老了10几岁呢。看着我们至少比她大10几岁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我说的你不信，那你问问大伯，你看上去是不是都快可以当我后婆婆的娘了？当娘有点夸张了，不过看上去大概10、20岁还是有的。我们要是像她一样，天天在县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又不用下地干活，吃得好穿得好，那我们也年轻啊。看吧，这就是你们和我后婆婆的差距。你们整天干活，吃的还那么差，最后的结果啊，把别人养得水灵灵的，自己却马上变成了个老太婆。咱们村子里的村妇也都是这样过来的。老五有了出息，咱们一家人以后的日子啊才能好过。他要是能考中那个什么举人、进士，当个官儿，以后咱们家呀那可就是官宦人家了。出去别说是在村子里头，就是去了县城，那些个大户人家也得高看咱们一眼。就算是我公公能考上进士当官，可你们还有命来享受吗？他现在只是个秀才，考举人3年1次，他都考了2次都没中。那就算是这次中了，要继续去考进士没中，又要再过3年，3年复3年，还不知道要过多少年呢。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呢？不会的。我听过一个故事，叫范进中举，现在就说给你们听听啊。有个士人呢叫范进，他考了20多次，在54岁这年终于中举，却开心的疯了。最后别说是做官了，就是活着都没法自理，还得要拖累着家人去照顾。奶，要是我公公50多岁才中举，你不好好养好身体，你觉得自己能熬到那会儿吗？要是熬不到，那还怎么等他孝顺过好日子啊？那会儿啊，就算你们都还活着，也都60多了，还能沾我公公什么光啊？牙齿老掉了，想要吃点好的东西都嚼不动，就算嚼得动，老了肠胃不好，吃点带油水的就要上吐下泻。
都那么大年纪，就算穿好点，腰弯了被驼了，穿出去也难看啊。更何况他们现在这么苦，又吃得不好，能不能活到那会儿还不一定呢。一生都为我公公一家当老黄牛，最后一辈子吃不好穿不好。所以你们图什么啊？这个不是我咒你们啊，完全就是为你们着想。别说为了孩子，人活一世连好日子都没过过，你们不觉得遗憾可惜吗？难道要一辈子泡在苦水里？关键你们这也不是为了孩子呀，而是为了我公公和他的继妻继子继女。你们全家吃不好穿不好，天天拼命挣钱供我公公读书，也就不说了啊，毕竟那是你们的血亲，可凭什么供周家的血脉读书啊？我相公要是考上进士当了官，人家都会羡慕夸赞说你们老陆家的祖坟冒青烟了。可要是陆周瑾当了官啊，人家都只会说老周家的祖坟冒青烟了。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哎，自己省吃俭用送去啊，为人家养野孩子过好日子，我都为你们心酸心疼，亏死了。可是陆周瑾那个野种，凭什么花我们的钱念书啊？那野种念出来以后也是老周家风光。我们吃不好穿不好，还那么辛苦，是图啥？要不是知道亲爹明年能中举，他都差点信了。他爹呀，得50多岁才可能中举的事儿呢。小媳妇这嘴可真是厉害。现在有了乔叶，爹和后娘再想将这群人当成老黄牛驴子使唤，可就难了。吃啊，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吃不下去。这不是比平常吃的都要好吗？哎，这会儿我公公他们啊，应该已经在县城吃着红烧肉、猪肉炖菜、小鸡炖蘑菇了吧？这么说，这个粥还真是有点没滋没味的。哎，看看堂哥堂弟们啊，一个个明明是陆家亲生的子嗣，可却比不上一个外来的血脉。不说吃的穿的用的，就说读书这点，人能在县城找最好的老师念书，你们呀就只能围绕着那1亩3分地当人家鄙视瞧不起的泥腿子。还有堂姐堂妹们看着又黑又瘦，还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，连朵头花都没有。可我后婆婆的女儿，我今天看她穿着粉色的新衣，别说头花，人还戴着银钗和耳环，这么看着比起来，人家呢就像是朵含苞绽放的娇艳花骨朵儿啊！我这个人吧，说话不喜欢藏着掖着，我从今天开始也是陆家一份子，所以我心疼你们。只要是平常吃好点穿好点，好好养一养，你们能比那野的差？哎呀，我真是无法理解，你们之前到底是为了图什么？居然虐待自己孩子，去把那野的养得那么好。亏了亲生的，把那2个野种养得那么好，是图什么呀？那之前他们是怎么想的呀？哎呦，这怎么就当了这种冤大头呢？凭什么呀？连周家的野种也要供，这就不得劲儿了。他的亲孙子除了五郎之外，其他人都在家里干农活，吃穿用度却什么都比不上那2个野种。五郎读书花的还是五郎自己挣的钱，要是供五郎读书他都认了，毕竟这再怎么说那也是亲孙子。可凭什么那2个野种要压他孙子孙女们一头啊？还有老五媳妇，一个寡妇在家的妇人，整天打扮的妖里妖气的，被村里人骂成狐狸精，这也太不像话了。我之前呢去县城住过，他们吃的穿的也没比我们好多少嘛。那2个野的穿的也就比农家子好一点儿。今天可能是五郎要成亲了，才穿的新衣服。那只有2个可能，一种可能呢是故意在您面前装吃得过的一般，所以你们才不会多想，继续不停的补贴。第2种可能呢，我后婆婆不想给您吃好的，所以才故意抠缩。那不是还有老五吗？他怎么敢呢？我们去老五家吃的也没有多少油水，就比我们在家好一点点。那毕竟是在县城生活，吃太差了要被人笑话的。你们每次去县城是不是都提前告知了他们？是啊，你们提前告知，那人家不就有所准备了？你们要不信的话，以后呢就别提前打招呼，临时去看看。奶，你明天就可以带着几位伯伯伯母去县城看看，保管我公公带着回去的肉菜，可能一半都剩不下了呢。不是他们自己吃掉的，而是被我后婆婆送到娘家去了。而且呀，今天可是我相公成亲，他还穿着旧衣服去接亲呢。怎么那2个野的反而是穿了新衣服，带着那么好的配饰和首饰啊？你们要不信的话，明天还可以顺带去看看那2个野的房间衣服配饰到底是有多少。哎，这个法子好啊，娘，咱们明天就进城去看看。要是老五媳妇真将肉菜送给他娘家，那我们可不依啊。行，
明天就去县城里头看看。我不吃了，没胃口，不吃了。那你也多吃点儿。好，这菜是谁炖的？味道还不错。这是我娘炖的。你娘厨艺不错啊，吃吧。五嫂，你这样拿着发给我们，奶奶知道会骂的。没事儿，我不怕奶奶骂，你们尽管吃就行了。老太太将好的都省下，送去给渣公公一家了。你们的父母擅长干什么活呀？我爹会给人修房子，我娘做饭好吃。我爹会干木工活，我娘会织布，会做衣服。我爹会编篮子草帽，我娘会打烙子，也会织布呢。我爹也会编篮子，我娘做的饭也好吃，也会织布。这些是编去卖的吗？啊，这是二伯和四伯编的，去镇上或者县城就会带着去卖的，不过不值什么钱。很多人都会编藤篮和竹篮。那有藤柜和竹柜吗？没看到你说的这种柜子。你想用藤条和竹条做柜子？对啊，不管是藤条还是竹条都能做成家具呢。你两个伯伯擅长编这个，咱们可以编造一些家具去卖了试试。藤制和竹制家具制作起来更省时省力，关键是材料便宜，所以卖的可以比木质家具便宜许多，应该会有人买。要是能够做起来，咱们还能再开一个家具作坊，藤制、竹制和木质的都可以打。这个可以，我大伯就会木工活，打家具他会一点，另外3个伯伯也能帮上忙。我对木工活也懂不少，他们有欠缺的，我应该也能帮上忙。有了这样的利益绑定，几房就会从亲爹家那边站到他们这边来。行，那明天等从县城回来，我就和他们说说。对了，制作藤条和竹条的家具，要是潮湿和时间长了会生霉的，这点你要考虑进去。我知道有一种药水，将藤条和竹条放在里面浸泡再烤干，就不会再生霉了。再刷上一层熟桐油，不但是质感光泽度更好，还能防水防腐防虫蚁。这2点能解决，肯定可行。你很擅长木工？土木这一块我还算擅长精通。那以后我要是想知道点什么东西，就交给你帮忙啦。没问题。你说你爹明年能够中举吗？乔也观察过，能确定陆勺并不是穿越而来的。他对他爹一家戾气很重，而且以前他那么信任他姐姐，现在却笃定对方背叛了他，这其中肯定经历过更多。那就只有2个可能，一个是他突然有过什么奇遇，是其他人不知道的，另外一个他很可能是重生回来的。应该能中。河神大人那个是编的，但乔叶的来历绝对不凡，能猜出一些他的问题也正常。那你明年直接同生、秀才和举人，一路考上去，将他给压下去。不得不说，咱们还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咱们现在可是夫妻呀。你说的对。这柜子里面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应该有大米、面粉、鸡蛋这些吧。你要做吃的？我给老太太蒸碗鸡蛋羹。奶奶可能没胃口，所以我才要对老太太表示关心，尽尽孝道，要让她知道孝心可不只是嘴上说说的。这倒是，毕竟每次我爹只是嘴上说的孝顺。不过这柜子锁着，你是找奶奶要钥匙，还是咱们自己想办法开？哎呀，我自己来就行，这不就搞定了吗？娘子真厉害，这力气堪比天生神力了，这让他不由得怀疑以后他能不能打得过小媳妇啊。当然了，他肯定不会对他动手的。你这是干嘛？我看您晚上没吃饭，怕您饿坏了肚子啊，就给您蒸了鸡蛋羹。为了身体着想，您还是吃了吧。你怎么打开柜子的？我用力一扯，那锁就打开了。这个丫头真不是一般的野蛮，那锁要是坏了，我可饶不了你。行了，端过来吧。奶，您现在身体啊外强内虚，得要好好补一补。人活着呀，总得要为自己多想想吧。您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，这一辈子就这样过了，哎，想想都心酸。咱家又不是吃不起，何必要委屈自己呢？我奶奶就和您不一样，她有好的都会留一部分给自己吃，所以她身子骨其实比您好。您想要好好活着享福呀，那现在就得要好好补补。哎呦，有多少年没有吃过这个了？哎呀，她一个寡妇拉扯那么一家人，年轻时候因为穷吃不起好的，等儿子们都长大了，这日子呀好过了，廖公老五科举也舍不得吃啊。这活了大半辈子，他好像还真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。谁不想吃点好的呀？
可这不是你公公要读书考科举吗？不从大家的嘴里头省，哪里来的钱供他呀？你明天自己去看看我公公一家在县城里的生活再说吧。那现在快趁热吃吧。你拿碗来，我分你点儿。我已经吃饱啦，您自己吃吧啊。这蛋羹是你蒸的？当然是我蒸的啊，好吃吧？还行吧。这个丫头脸皮太厚了，还是不夸她了，否则这尾巴呀，不知道要翘得多高呢。嘿，这个丫头还真是有几把刷子，这手艺怕是跟在河神大人身边时学的吧？我现在一点困意都没有，你之前写的画本能让我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你也坐到这边来看吧。我房间里只有一盏油灯。我看看啊，蜡烛贵吗？比油灯贵多了，一根蜡烛看好坏大约在20到300文左右。那确实还挺贵的。过几天呢，我们自己做点蜡烛出来用。对了，草纸也得要做点用。你会造蜡烛和纸？会，其实文房四宝我都会造。咱们这儿竹子很多，可以造竹纸，你自己写字用。墨的话时间太长了，要1年多才行。砚台做着也麻烦，这两样还不如去买来用。改天有机会，我给你做几支狼毫笔吧。好，那我就等着有娘子造的纸和做的笔。没问题，等咱们生活稳定之后，就去造点竹纸。很快就被书里内容吸引进去了。娘子，这会儿有些晚了，要不要先休息？晚上在油灯底下看太多的书会费眼睛。行，那咱们睡吧。你写的画本还挺好看的，反转写的不错。这是我以前写的画本，我这次准备写一个破案的。这个不错，我也很喜欢看那些悬疑推理破案的故事。你看过这些方面的画本，能说说吗？我看过的可就太多了，要不以后我每天有空就和你说说那些故事，说不定还能给你点灵感。小相公要写画本养家，他也可以提供一点帮助啊。多谢娘子，我求之不得。不用客气。第二天一早，五郎媳妇儿啊，你看看我这个身体有没有什么亏空啊？你有点问题，是肝肾两谋赤，肝脏五行属木，眉毛也属木，你眉毛生赤气，所以肝脏因于过于劳累而受损。啊？哎呀，那严重吗？你现在症状还不算太严重，好好补补养一养，我呀再给你捏点药丸服用，还是能够养好的。五郎媳妇儿，那你看我呢？啊，你面色发黄，看着像是有胆囊炎，你这里是不是会突然剧痛或者是绞痛啊？对，哎，这里会疼，我这严重吗？还好你这个是慢性的，不算太严重，好好补补调理一下能治。哎呀，五郎媳妇，你看看我呢，你皮肤蜡黄，眼睑和口唇苍白，有贫血症，有时候会感觉到疲惫易怒，虚弱无力，还会头晕目眩。哎呀，对，可不咋的。那我这样，我严重不？你这情况比他们俩人要好点儿，主要是食补。五郎媳妇，那我呢？你寒胃口唇清，体内欠火，水生木旺。你有时候吃寒凉的食物时呢，这里就会疼，甚至还会呕吐。哎呦，真是神了！我确实会这样，那能治吗？能治，也是要养一养，调理一下。五郎媳妇儿，你看看我呢？还有我。乔月一一的为他们看了看，多少啊都有点毛病，也跟他们都说了，这要放到现代来，也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为了老五一家省吃俭用的，我们都得了病。虽然乔叶说不算严重都能治，那我们图啥呢？哼，更不由得想起昨天他的话，身体亏空了，可是要影响寿命的。等老五考上那举人，我们还有命沾光享福吗？你们还去县城吗？去，我们几兄弟也去看看。行，那咱们就全家都去，送五郎媳妇儿和五郎去给老五夫妻敬茶去。奶奶，让我相公去村里雇牛吃，您坐着去吧，不然那么远走着去多累啊。费那个钱干嘛呢？奶奶，身体比钱更重要，您还想继续亏空身体，那就省这点钱吧。行吧，那就坐牛车去这么多人干嘛呢？小辈儿们就别去了啊。奶，就让大家一起去热闹热闹吧，也去县城里见见世面，天天待在村子里，眼界都变窄了。行，那就都去吧，一会儿到了县城可都跟好了。
别乱跑。奶奶，我们不会乱跑的。真是吃饱了不干活，净瞎凑热闹。这牛车要不就不坐了吧。奶奶，大家身体都亏空的厉害，还是都一起坐车吧，走路多累啊。是啊，我们身体都亏空着呢。啊，行，都坐。真是些个败家的玩意儿啊。奶，相公要给我买衣服，我们先去成衣铺子看看吧。干嘛花那个钱呢？直接买布回去自己做，那能省下不少呢。我不会做啊。你大伯母他们几个都是会做衣服的，你买了布，让他们帮忙做就行了。对，我们会做的。你买了布，我们帮你做。行，那就先买一套成衣，我换洗着去用，其他的就买布做吧。你这打算做多少啊？买一套再做个3套就勉强够了吧。这衣服有2身换洗的不就行了吗？要做那么多干嘛呢？是啊，一季最多3套，怎么都够换洗穿了。就是啊，买那么多干嘛呀？也穿不过来。你们没有听说过2句话吗？什么话呀？女人的衣柜里永远都差着一件衣服啊，梳妆台上永远都差着一件首饰。也不知道这傻丫头是从哪里听来的。娶了这样的败家媳妇儿，五郎以后的日子可得怎么过呀？做几身衣服没什么，娘子喜欢咱就买。还是相公好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乔三丫以前是傻子，现在好了呀，只想着败家。五郎居然也宠着，莫不是也跟着变傻了？相公，你给钱的模样真好看。娘子喜欢就好。哎呀，这五郎对乔三丫真好呀。哎呀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三丫头，让伯母们帮你做，你就别买了。相公，县城里有蚊香卖吗？这蚊香是何物？就是杀蚊子的香。没有蚊香的话，驱蚊的有吗？杀蚊子的香倒是没有，驱蚊的话有类似的香包，但是县城可能没有，要是有的话也会很贵。我们倒是可以买帐幔。帐幔可贵了，至少都要好几百文呢。那玩意儿可不是我们能用的。咱们还买得起帐幔吗？今天是买不起了，不过等我将画本写出来，换了钱就可以给你买了。这五郎也太听媳妇儿的话了吧？行，那等我们有钱了就去买一顶帐幔。不过回去之后啊，我们可以先做点蚊香出来，不但可以自己用，孝敬奶奶和长辈们，还能拿到县城去卖。蚊香难做吗？不难，需要的材料大多是在山上就能找到，只用买点雄黄带回去就行。好，那我们去买一些雄黄。羊油咱们也得买点儿。羊油应该不贵，我们现在能买得起。那走，去买。这2个败家子儿怎么就买不完了呀？羊油不好吃，买来没用的。哎呀，雄黄贵，可别糟蹋钱了。奶奶放心，买这2样东西啊，不但不会糟蹋钱，还能赚不少钱呢。为啥呀？我会做一种驱杀蚊子的香，需要用到雄黄。有了这种香，晚上睡觉前点上，一夜都不用被蚊子咬。你们说要是有这玩意儿，那县城里的人是不是都会买啊？要真有这玩意儿，县城里头的人应该会买的。你真会做那个什么蚊香？会啊，我在河神大人身边伺候的时候跟其他童子学来的。行吧，那你就试试，有什么活要干的你就让大郎二丫他们去做。好啊，我确实需要用到他们帮忙。你那个什么蚊香还要加羊油啊？羊油不是做蚊香用的，而是用来做蜡烛的。什么？羊油竟然能做？对，所以我们买点羊油回去做了试试，要是成功的话，不但自己能用，还能卖钱呢。这也是你在河神大人那边学的？对啊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？行吧，买羊油和雄黄，这钱呢，宫中出。奶奶，咱们可得先说好啊，家里只要是我想法子赚的钱，那就都得我来拿和管。不过我会按照每人干的活来给工钱，以后只要赚了钱，陆家的吃穿生活我也全包了。当然，我也会交一些到宫中。这怎么行啊？每房赚的钱可都是要交到宫中的，这也不是咱们家，村子里面的人家都是这样的。再说了，几房的人不是都要帮你做的吗？对呀，赚的钱
肯定得交到宫中，咱们都是这样的。你一个小辈要拿那么多钱干什么？还是得交到宫中才行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你们就当我没有说过刚才的话。什么蚊香和蜡烛的方子，我忘记怎么做了。咱们以前怎么过日子，以后还怎么过。以后你们吃什么我就跟着吃什么，也别补身体了。反正地里和家里的活儿，你们可别想让我干，我一不高兴可是会发病打人的。这丫头明晃晃的威胁我们呢。谁家是孙媳妇长家的？听都没听过。那就从陆家开始，你们以后别说听过，还能见过呢。而且我也没说要长家，咱们这个家当然还得奶奶这根定海神针来长才行啊。我就是管想办法赚钱，然后支配这些钱财的用处，你们可别混淆了。不长家，那为啥能涨钱支配？这事儿啊，等你把那个什么蚊香和蜡烛做出来了，我们再好好的商量商量。这个丫头有疯病，一言不合就打人，这还怎么压呀？至于五郎，让他去管媳妇也感觉不太靠谱。看他刚才一副只会听小媳妇话的模样，也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。更何况就五郎这小身板，哪能是乔三丫的对手啊？一拳他就打趴下了。要是不让这个丫头管钱，这个死丫头绝对能作死我们。这样吧，那等我做出来再说。现在先去买雄黄和羊油吧。听到敲门声，我去看看是谁啊。如果是五郎带着媳妇儿来敬茶，您就让他们在院子里站着等。这会不会有些不太好啊？那总归是2个孩子，我也不好让他们站院子里。那再说了，父子哪里有隔夜仇的？要不就算了。都这个点了，那个逆子才带媳妇儿来敬茶，简直没有将我这个爹放在眼里，所以才得让他们长点教训。您尽管去做，就说是我吩咐的。行，那我先去开门。哎呀，来了！这是誉王氏。那个老太婆怎么会在儿子家？亲家母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是带五郎和他媳妇儿过来敬茶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呀？这不是五郎昨天成亲吗？我们今天就想着过来送点礼。那我就替五郎谢谢亲家母的好意了。大伯娘，把他嘴给捂住，别让他提醒里面的人。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呦，真是没想到，还真被这个乔丫头说对了。这一桌子菜比村子里很多家过年吃的还丰盛呢。怎么，我这个当娘的还不能来儿子家啦？哎呀，看娘说的，您要来儿子家，那当然随时都可以来呀。我这不是突然看到你们都来了，吓了一跳吗？还以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呢？娘，您还没有吃午饭吧？我去给您拿双碗筷来。我可没你娘的福气，没过年过节的就能吃得这么好。老五媳妇，你们这日子过得也太好了吧？咱们一家在乡下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把身体都亏空了，就为了给你们5房剩口粮和银子。你们倒好啊，在县城吃这么好。哎呀，二嫂啊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平常哪能这么吃啊？今儿个啊是我娘来家里送礼，所以相公才让我多做几个菜的。是啊，二嫂，你们误会了，我岳母带着孙子来送礼，我就留他们用饭了。你们吃过了吗？没有的话，快坐下一起吃吧。我们这会儿过来，自然是没有吃饭了。你去拿碗筷。兰儿，快去帮你奶奶和伯娘伯父们拿碗筷呀！快去。奶奶，我这就去拿碗筷。来，人家吃剩下的，咱们才不稀罕吃呢。你想要吃好的，一会儿我相公带你去吃。你之前不是说要去厨房看看吗？要不现在就去？对，娘，先去厨房看看吧。我们也不是上门讨饭的，那人家吃剩的，咱们不稀罕。行，咱们去厨房看看。娘，您快坐下休息会儿吧。不吃剩菜，我现在让婉芝重新去给您做一份，去给娘做几个好菜来。好，我呀这就去给娘做。公公啊，你们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这会儿看着很心虚的要掩饰啊。这里没你的事儿，你闭嘴。我这会儿啊吃不下去，我就想去厨房看看。娘，厨房有什么好看的呀？您老难得来一趟，先坐着休息啊，吃点点心吧。点心这么金贵的东西，我这个农村老太太哪里吃得起？
要像你岳母这样的才有资格吃呢。奶，我公公只知道孝顺岳母，就舍不得给您吃。但是我和我相公就不一样啦，你想吃什么咱们一会儿就去买，这些他岳母吃剩的点心，奶奶才不稀罕吃呢。你想吃多少，咱们一会儿呢就去买多少。是啊，奶，想吃什么我一会儿马上去买。奶，您还有我们孝顺呢。这两个孽障这么急着表孝心啊。娘，你想吃什么咱们一会儿就去买，不就是糕点吗？咱也能吃得起。老五的岳母来了，又是好菜又是点心的，我们娘都没有这待遇，凭啥呀？老五简直太不像话了。就是啊，人家吃剩的东西我才不稀罕呢。走，去厨房看看。啊，我公公家的日子过得真好，光是这些糖油调料和白米面啊就要不少钱吧。奶，你看厨房里就一碗酥肉，加上桌子上炒出来的肉可没多少，所以剩下的呀可能是已经被我后婆婆拿去孝敬她娘家了。你们昨天带回来的10几斤肉呢？怎么就这么点儿了？我昨天割了一些，拿去送给同窗了。天气太热，我怕放家里放馊了。奶，原来我公公这么懂得厨房里的事情啊。到底是送给同窗了，还是孝敬岳母家了？谁知道呢？这个死丫头！娘，看您说的气话啊，我要孝敬那也是孝敬您啊。我和几个明年要一起去考举人的同窗，最近走动来往比较多，所以就想着送点肉拉近关系嘛。明年一起去考试，也好互相照顾。奶奶，我看到相公的继兄继妹穿的衣服啊，和昨天又不一样了，这料子款式好着呢。在我们刚才买的成衣铺子，一套至少都要几百文。哎呀，我相公昨天成亲都没新衣服穿呢。哎呀，这个死老太婆干什么呀？娘，那是我的闺房，堂哥堂弟们进去会不会影响我的名声啊？放心，我们陆家的男丁可不会这么没分寸。这个丫头要靠我儿子养，现在还嫌弃起我们来了。哼，都是你媳妇儿干的好事儿，她一进门就将家里闹得鸡飞狗跳，到底是何居心？爹这话说的太严重了，我媳妇儿不过是陪奶奶来的，你对奶奶有意见，也不用拿我媳妇儿做法子吧。我媳妇儿可不敢当，更不敢背这样的名。你逆子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父亲是长辈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我们又能怎么样呢？就受着呗。好，你真是好样的啊！现在去将你媳妇儿叫出来，否则这样的儿媳妇儿我们家要不起，我一会儿就将她送回乔家去。爹，所以这个家现在是您做主，那您置奶奶于何地？奶奶可是很喜欢我媳妇儿的。你别煽风点火，我是你爹，这个主我还是能做的。几位伯伯，你们觉得应该将我媳妇儿送回乔家吗？怎么能将乔爷送回乔家呢？老吴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娘不过想看看继孙女的房间，这和五郎媳妇儿有什么关系？五郎媳妇儿又没犯错，怎么就送回乔家了？娘可是很喜欢这个孙媳妇儿，你是要越过娘做决定？就是，老五，你怕是昏了头，你可是秀才，别被妇人在耳边吹吹风就找儿媳妇的麻烦。五郎媳妇是个好的，送回娘家可不至于啊。这死丫头，怕真是什么精怪变的吧？你们到底站在哪边的？我们站有理的一边，有什么一会儿娘出来你和她说，反正我们都听娘的。陆家这些脏兮兮的泥腿子也太过分，太讨厌了。死老太婆和那个乔三丫，你们都给我等着。奶，你之前说这玩意儿不是我们用的，所以野的就能用啊？他更没资格用。我相公都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宣纸，公公对继女比对亲儿子可要好多了。继妹用的都这么好了，继兄怕是得要更好啊。你们爹娘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花在这些上面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你们以后只要愿意跟着我混，潞州兰有的你们也都会有，甚至啊有的比他更多更好。我们愿意跟着三丫混，可能比亲爹娘还要更靠谱一点。你们有眼光，
你们以后绝对会为今天的决定感到明智的。走吧，咱们去看看奶奶他们。好。你这个丧了良心的毒妇啊！你带来的野种吃住穿的那么好，我孙子呢却被你挤兑的被送去了乡下。你还挖我们陆家的钱物去贴补娘家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呐！以前我都没发现你这么歹毒和不要脸呐！娘，老太太气狠了，进了野小子的房间，穿的用的比野丫头更好不说，佩戴的玉佩和玉冠还有好几个呢。哎呀，娘，你真的是误会了。锦儿和兰儿房间里的东西啊，大多都是以前从周家带出来的，穿的衣服也是我大哥和我大嫂帮忙置办的。我也历来都将五郎当作亲生的一样对待，一样疼爱的呀。娘，你可真是冤枉我了。这个死老太婆才是贱人毒妇。娘误会了，你最近身子骨本来就不好啊，可别气坏了。这个贱人哭的像是冤枉了他一样。他媳妇身体不好，可别气坏了。他这个身体都衰败亏空厉害的老娘就能气坏，难怪村里人都骂这个媳妇啊是个狐狸精，看着可不是嘛。呸！你被周家人撵出来，根本就没带什么东西回娘家，当谁不知道呢？而且就你娘家那抠门的破落户样，怎么可能给你的儿女置办那么好的衣服？你看这几个小崽子穿的和你那一双儿女可没法比，人家自己的孩子都不穿那么好的衣服，会给你一个外嫁女的儿女买吗？你将老娘当成是傻子骗呐！娘，没有，我没有啊。娘，你误会了，不是那样的，我真的没有，夫君，我真的没有啊。我知道你没有，是娘误会了，别哭了，对身体不好啊。相公，你这个贱人就知道装可怜和装无辜，你就是个毒妇，你不害五郎就不错了，还好意思说将五郎当作亲生的啊？呸！你咋那么不要脸呢？周家不要的破鞋嫁到我们家来，不夹着尾巴做人，还吃里扒外的。你这样的媳妇儿换成是在村里，早不知道被休掉多少回了。难怪你前头男人一死，你们母子就被周家人赶了出来。像你这种吃里扒外的毒妇，哪一家敢要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啊！人呐，相公。文志，你怎么了？你们够了！娘，这是你儿媳妇儿，又不是你的仇人，你怎么能这样骂她呀？还有你们这样对待弟妹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锦儿和兰儿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我却将他们当作亲生的孩子一样疼爱。那些东西是我让婉芝给他们置办的，你们有什么意见就冲着我来好了，何必欺负这么个柔弱女子呢？这不过就是骂几句，这个狐狸精怎么就晕过去了？哎呦，这身体也太柔弱了吧！死老太婆和陆家人真是欺人太甚。他可记住了，以后他一定要这些人加倍奉还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我娘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，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竟然把她骂晕了。这些人一个个的他全都记住了。哼，以后等他嫁入大户人家，一定要让他们后悔。他要让陆勺和乔三丫以后跪在他们母女面前磕头认错。等我们以后发达了，这些个贱人穷鬼泥腿子都给我滚得远远的。这个傻贱丫头昨天怎么就没有直接落水死了呢？哼，这个死丫头活着就是个祸害，要不是她娘怎么可能被陆家人欺负成这样？她一定不会放过这个贱人。我懂点医术，我帮后婆婆看看吧。对，五郎媳妇儿懂医术。对，让她帮你媳妇儿看看。你这个死丫头闭嘴！都是你这个祸害，才将婆婆害成这样。我怀疑啊，你根本不是什么乔三丫，而是乔有福口里的精怪，所以一到陆家就开始祸害，你就该被绑去烧死。哼，我们是绝对不会承认你这个儿媳妇的。说的像是我很乐意承认你这个后公公一样。你把其他男人的血脉当作亲生养，将亲儿子当捡来的打压，你这样的公公谁摊上谁倒霉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什么了？陆周瑾和陆战兰不会就是你亲生儿女吧？所以后婆婆才会被周家赶出来。她小叔子等人连周家的血脉都不要，因为就不是，你才会对两人比亲子要好100倍。哇，公公，你真厉害啊！哦，竟然背着周家人和后婆婆偷吃，还有了2个孩子呀！你们这是不是叫做那啥通奸呀？哼，泼脏水谁不会呀？他是精怪，那他们就是婚内厮混，他要被绑去烧了，他们就该进猪笼。再说了，这查公公对白月光的儿女那么好，谁知道陆周瑾2人到底是谁的孩子啊？原来如此，难怪老五你对2个野的这么好。老五啊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呀？你们这样可是要……这个该死的狐狸精竟然勾搭他儿子犯这种错误，这不会真是金爹和玉婉之有染生下的吧？女儿不会真做出那么糊涂的事儿吧？混账！你这个混账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？谁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？还不是你现在说什么就什么？不然哪个继父对继子继女会这么好？要不咱们现在就出去问问邻居，让大家来说说看，你对亲儿子是后爹，对继子继女是亲爹，这里面会没点猫腻？你们说这对吗？对个屁！你们闭嘴！这种话能乱说的吗？我和婉之没有成亲以前，可都是清清白白的。那你们是成亲之后就不清白了？孽障，你给我闭嘴！没有理就让人闭嘴，你怎么能这样能呢？行，我闭嘴。我现在就出去问问邻居们，见过听过这样的事没？要不还可以去后婆婆的娘家的村子里问问，你们还没成亲之前有没有来往？天杀的小娼妇，让这死丫头胡乱嚷嚷出去，我以后在县城还怎么做人呢？乔爷，你胡说八道，我们就是清清白白的，可容不得你诋毁。被儿媳妇泼脏水毁清白，我还不如撞死算了。娘，你可不能丢下我和哥哥还有爹呀！我们都知道你是清白的，那个乔三丫就是个坏心眼儿，他想要害你的名声。周兰啊，娘清者自清，他想污我的名声，我不认。后婆婆，你这会儿不晕了吗？再说了，我不过就是提出质疑，你们怎么反应这么强？是心虚了吗？这不就是告诉大家你们有问题吗？奶，我刚才就看出来了，我后婆婆是装晕的，所以公公才不让我帮后婆婆看，为她打掩护呢。她装晕冤枉您和几个伯母，想让你们背上恶婆婆和恶妯娌的名声。我这也是为了帮你们证明清白，这才将她激起来的。好呀你这些人居然是装晕来害我们的！这个死丫头怎么那么奸诈？娘，婉之的身子骨弱，这天太热了，加上她又伤心才晕过去的。您别生气了，我代她向您道歉。我看她身子骨好着呢，什么伤心才晕过去呀？你可别将我们当傻子骗，装晕要害我们的是她，需要你来道歉吗？老五啊，难怪都说你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啊，我之前还不相信呢，可是我现在却信了。这个狐狸精随便哭一哭，落上几滴猫尿，你就心疼得厉害，对自己的老娘和嫂子吼。你老娘我从村里那么大老远的过来，被你媳妇儿气的是头疼心疼全身疼，也没见你心疼一下我这个娘啊。老五啊，你可真是让我太寒心了。娘，您可别胡思乱想啊，在我心里您才是最重要的人。刚才也是看到婉之晕过去，我才记得声音大了点儿，可没吼你们的想法啊。娘，您身体哪里不舒服啊？头疼吗？要不我现在送你去医馆看看吧。去什么医馆呢？花那个钱干嘛呀？我又没你媳妇儿那么娇气。奶，既然公公要送你去医馆看看，那你就去吧。你这身体亏空的厉害，也需要抓点药补补，或者是买点好的药材，我给您炖药膳调养。也是，难得你有心了，我这身体确实难受，那就去医馆看看吧。
我就随便说说的呀。看，我现在就陪娘去看。奶奶，让公公把后婆婆也带着一起去看看吧。她不是装的吗？去看了也是浪费钱。人身子骨弱，以后要是再晕，等咱们走了之后，出去说是被你这恶婆婆和几个恶嫂子骂和气晕的，那你们不是还得要背锅？倒不如现在就拉着去看看，到底身子骨有多弱，和你们有没有关系？请大夫看看又花不了什么钱，不买药就行啊。再将玉家老太太也叫着一起做个见证，不然人家指不定出去说你虐待他女儿呢。行，那就带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去。娘，您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婉芝这是老毛病了，在家养养就行，不用看大夫。还是我带您去就行，她就留在家里吧。你这护得也太紧了，我还能吃了她不成啊？哼，今天啊，她也必须去看，要是再昏过去，不就能赖不在我们身上啦？啊，不但她要去，她娘也得跟着去。娘，那不过是五郎媳妇瞎说的，婉芝怎么可能会赖上你们呢？哼，不会有这样的事。再说，这不是还有我吗？公公，你才是最靠不住的吧？奶可是你娘，她的话你居然一点都不听。你这些年的书读到牛屁股里去了，有了媳妇儿忘了娘，你可真是不孝啊！闭嘴！您这是有辱斯文。斯文是什么？能当饭吃吗？怎么，我现在说的话对于你来说是一点作用也没有啦？我关心儿媳妇的身体，还关心出错来了。行，既然这样，那咱们现在就出去问问邻居，到底是你们不孝，还是我这个当娘的错了？娘，您说的话当然有用，您关心儿媳妇怎么可能有错呀？您误会了。多谢娘的关心，我跟我娘和你们去就是了。奶奶，我们买点米面回去吧，你和伯父伯母们啊也吃点好的补补身体。我公公的岳母天天吃大米白面，您可不能被他给比下去。有这么比的吗？这死丫头不挑唆老太太会死吗？大娘，你认识对面那两个人吗？认识，这是陆秀才的妻子和丈母娘嘛。我看你们是一起出来的呀，怎么还问我这个呀？陆秀才是我公公，我昨天才嫁进陆家来，有的事儿不太清楚，就想问问，不然就怕犯了忌讳，让我公公婆婆不高兴。我之前听邻居说，我公公很爱护妻子，也很孝顺岳母，是真的吧？我问清楚了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位外祖母。当然是真的了，那陆秀才可是咱们这街上最疼爱妻儿和孝顺岳母的。连你们都知道这事儿，那他是怎么去孝顺岳母的？这陆秀才的岳母啊，每天早中晚都会带着孙子来他家帮忙做饭，吃完饭呢，才带孙子们回他大儿子家，还时常从陆秀才家提着肉食等回家呢。都说呀，是女儿和女婿孝敬他的。陆秀才呀，可是咱们这一片人人夸赞的好女婿。以后你想要讨你公婆喜欢，对你那外祖母就得敬着点儿。多谢两位大娘指点。我公公昨天从家里拿了10斤肉回来，应该也让外祖母拿了不少回家吧？可不是，不但他自己拿了一篮子的肉菜回大儿子家吃，他外孙还送了不少去他们村儿，说是孝敬外公和舅舅的。他外孙子每个月都会送东西去他们老家，哎呀，可孝顺了。陆老太这会儿气得胸口起伏，没想到小儿子不但骗了他，竟还长期供着岳老太和几个孙子吃饭。奶，你现在去问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的，我公公还会帮忙去遮掩。不如你改天带着大伯母他们来县城抓个现行。行，我过几天再来看看。奶，忍住忍住，而且别露馅了，不然岳老太他们会防备你的。你只有抓脏抓到了才好闹，闹得大家都知道我后婆婆怎么补贴娘家，岳老太一家又是怎么扒着女婿女儿对陆家吸血的，闹得岳老太没脸再来这儿，闹得公公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补贴岳家。你们谁看病？大夫，你帮我看看我是不是有什么寒喘之症啊？
这身体亏空的是不是也很厉害呀？你确实有寒喘之症，身体也有亏空，想治的话，除了吃药，最好再补补。大夫，我孙媳妇儿说可以买补药，去做什么药膳，你看这能行吗？可以是可以，吃药膳对补身体比直接吃补药温和，效果也好，但不懂药材和药性，胡乱炖药膳的话，反而会吃出问题来。你孙媳妇会吗？大夫，炖药膳我懂的，像我奶奶这种情况可以用。他说了几种补药的名字，说加到鸡里炖药膳，还说了药性和效果。你这药膳的方子很好，那我就不开单独补身体的药方了，你们自己买药材回去炖药膳吧。好的。你除了有点上火之外，没有其他问题，都不用开药，回去喝点菊花茶败败火就行了。大夫，我儿媳妇的身子骨不弱吧？比我要好吧？她身子骨挺好，当然比你的好。有劳大夫了。大夫，我咋样啊？我这天天干活的，身子骨有啥问题吗？给我也开点药补补吧。金大夫一一为陆大嫂几人看，最后和乔叶之前说的病症也差不多。这丫头还真因祸得福，懂了这么多，好厉害呀！老五，你去将看病抓药的钱付了。我去付？不是你去付，难道还让我去啊？怎么，你对你岳母那么孝顺，对大舅哥等人那么好，给你娘和你哥哥嫂子买点药就舍不得了？这个死老太婆怎么能跟我父母和哥哥相提并论？也真是不要脸，带这么多人来看病，还要我丈夫付钱。娘，我之前买了纸墨，又和同窗去参加了2场文会，现在囊中羞涩，实在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银子，要不您先垫着，等我以后有了再补给你。他妈，你们给人当牛做马的，可人家连看病吃药都舍不得帮你们给钱，现在都指望不上，你们还想要指望以后能靠得住？人家发达了也是带着岳母一家去过好日子，你们呀就继续当老黄牛吧。娘，我身上真没那么多钱，要不我去找同窗借点儿。行，那你去借吧。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我身上还有超叔所赚的200多文钱，我愿意全部拿出来给奶奶还有几位伯父伯母看病买药，尽点孝心。那我爹的钱可能都给继兄继妹玉家的表弟他们花了，您让他去借钱，他和同窗说是您让去借的，这对您的名声怕是不太好。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和伯伯伯母花了我爹多少钱呢。他没钱，你们还逼着他去借，而且他又说一直没有，最后也让你们去还。老五的用心我们心领了，不过去借钱还是就算了，咱们丢不起那个人。是啊，而且借了钱最后还不得我们凑来还，丢人的还是我们呀。你这逆子是想干什么？和你那媳妇儿不学好，搬弄是非全学会了。公公，你可别睁眼说瞎话啊！我相公不过是不想让你为难，帮着你和奶奶他们求情，你居然还倒打一耙。哎呀，你这也太让我们寒心了。你也别假惺惺的说去借钱了，你如果有这份心想要付要钱，而身上真没那么多，你继子身上的玉佩，继女头上的发簪，随便拿一样压在这儿也能抵押要钱。说来说去只是你不愿意罢了，奶奶他们对你这么好，自己舍不得吃穿，全省下来供养你们一房了，真没想到你就这样回报的。你还说我相公娶了我不学好，我看倒是你自己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哥哥和陆家的本才对。那钱我儿子来付，你们找他就行了。老五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我们先回村了。还是奶奶厉害。那是，您信不信我公公肯定不会拿东西抵，而会掏钱？不会吧？他对后婆婆疼爱到了心里，对继子继女那么宠，怎么可能拿他们的东西抵？之前不过是想要哄着您掏钱罢了。您要是不信的话，就让他悄悄进去看看。你偷偷的进去看看你五叔爷是不是自己掏钱付的要钱，还是拿东西给的啊？太奶奶，我看五叔爷掏银子给的。我们走吧，否则他们马上就要出来了。到了村子里以后，乔叶就对他们安排了任务。哎，
哎呀，三丫啊，这是去哪儿啊？大娘大婶们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昨天因为我堂哥的事情，我和我相公成亲就没办成喜宴。本来还想着今天做点菜招呼大家吃一顿热热闹闹的，可惜肉菜昨晚上却被我公婆拿去县城了。你公婆为什么要把肉菜拿走啊？这有点难以启齿呀。哎呀，有什么难以启齿的？那咱们还有亲戚关系呢。你告诉我们，我们肯定不会说出去的。大婶子，你们可别到处说啊。不会。我公婆原本说好了要将肉菜带回去吃的，我奶奶心疼他们就同意了。谁知道我们今天去县城敬茶，才发现原来那些肉菜都被我后婆婆分了大半去孝敬娘家了。我后婆婆的娘每天早中晚3顿饭，还带着几个孙子去我公公家吃。我后婆婆呀更会经常让她儿子送肉菜米面去她娘家。这事儿啊，大伯母他们也知道，跟着巴拉巴拉将县城的事儿全都说了。他们逢年过节不是也提着不少的东西回来给你们吗？哎呦，那不过就是做做样子。他们提回来多少，那等回去的时候基本都提回去了，不过就是做给你们看的。哎呀，我婆婆心疼他们，那不但让他们将买的东西提回去，还会单独再给他们一份，那可是从我婆婆和我们这几房人口里省出来的。我们省吃俭用的，每个月都要给老五家送米面、肉菜还有银子，那可谁知道人家拿回去之后大多都补贴老玉家去了。哎呀，这秀才娘子也太精了，那么挖婆家补贴娘家呀。之前就听说了，这老玉家呀从破落户过得越来越好了，我们还都不相信呢。果然是2个女婿帮补的呀。唉，真是羡慕人啊。不过像秀才娘子那样的儿媳妇，谁家摊上谁倒霉。哎呦，那你们以后啊可得长点心，要是拿去供你们小叔子读书继续考科举也就算了。哎呀，就是拿去让弟妹补贴娘家，这就太冤了。瞧你弟妹穿着打扮呢，那就跟城里富太太一样，2人带的孩子那也跟少爷小姐一样啊。哎呦，原来都是你们供着的呀，你们这也太傻了，亏死了。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？天色不早了，咱们上山去打猪草吧。你会雕刻模具吗？会。那你想要什么样子的？这些你可以做出来吗？没问题。你是用来做什么的？我好把握高度和宽度。这些模具是用做蜡烛用的。做蜡烛？我们要是做的和外面卖的一样，那并没有什么竞争力，所以我就想要把蜡烛做得好看和有韵味特色点，专门卖给读书人以及那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姐。杨友所做出的蜡烛是白色的吗？要是做这些花样的话，那白色就不太好看了。你是不是想到解决办法了？你还真聪明啊！我会将颜料注入到杨油里一起做蜡烛，到时候每个花样的蜡烛都会是不同的颜色，还会加入不同的香味，迎合做出来蜡烛的模样。咱们先做出来一批看看效果。好，我今天就把模具雕刻出来。相公你真厉害，以后这些方面啊，我可都得要靠你啦。娘子也很厉害，你想做什么，有需要的都可以交给我，我如果不会也会想办法帮你做的。相公你真好。娘子也很好。五郎媳妇儿啊，你怎么来厨房了呀？你们做的肉不好吃，所以我自己来。哎呀，三丫啊，你想吃什么肉啊？我做给你吃啊。三伯娘会做回锅肉吗？回锅肉是什么肉啊？用猪肉烧的肉，你看你都不知道还怎么做给我吃，所以还是我来吧。这是我在和珅大人府邸啊跟着膳房的厨师学的。哎呀，三丫啊，那你来，你们留下来帮忙。让我们帮忙？你就不怕俺们偷学呀？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你们想学就学吧，以后陆家的姑娘也能多一门厨艺傍身，而且学会了以后我在家里想吃就你们做了。我们也能学吗？五嫂，那我能跟着学吗？能啊，你去问问家里的女眷，要是想学的都可以过来看看，到时候哪几个比较有天赋，以后呢就主要在厨房做菜。好。乔三丫好生猛啊！陆二丫咽了咽口水。五嫂，你扯开锁拿了里面东西，奶奶是要骂的。没事儿，我可是做回锅肉给奶奶补身体的，她不会怪我的。哎呀，这也太香了！五郎媳妇儿啊，刚才这肉炒出油后，
你怎么没倒进油壶啊？这菜里油也太多了吧？这道菜没有这么多油，就没那么好吃了。再说你们身体亏空的厉害，不就是要缺油水吗？奶，不是说好了要补身体的吗？我这可都是特意为您做的菜，现成的酒楼都没有呢。您尝尝，真的特别好吃。您都这个年纪了，干嘛要委屈自己啊？怎么不能吃点好吃的呢？您可是咱们家的顶梁柱，就该吃好穿好。这么多晚辈啊，就该好好孝敬您。您要是不吃，那我可真的是要心疼您了。来，您先尝尝我的手艺，这可是和和珅大人府邸大厨学的，也就只有您这样有福气的，才能够吃到我这个福星炒的菜。要换成别人花钱请我，我都不会动手做。这丫头的嘴开过弓了吧？也太能说会道了，脸皮也太厚了吧？居然这么夸自己是福星，吃到他炒的菜就是有福气啊！下一次啊，可不能再这么败家了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上这么好吃的肉呢。哎呦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太香了，好喜欢武堂婶。好吃啊！哎呀，原来肉还能这么好吃啊！这辈子值了。不就是一道回锅肉，这辈子就值了。我还会做很多这样好吃的肉菜、素菜和糕点等。只要你们以后齐心协力，好好听话干活，那好吃的还多着呢。还是五郎媳妇厉害，不愧是能伺候和珅大人的福星啊！放心，以后啊，咱们肯定好好干活。放心，以后跟着我混，保管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做蜡烛就那么简单？当然能成，只是松油做出来的蜡烛外观颜色没那么好看，亮度也没有羊油的亮，还有一股松油味儿。不过优点呢，就是不用花多少成本。这个松油蜡烛是要做好去卖吗？做啊，现在最便宜的蜡烛卖20文一支，咱们这个可以卖15文，应该会好卖。这个呢是走低端路线，赚点买肉买菜的钱；羊油那个就走高端路线，赚买山的钱。那这种松油蜡烛还要做其他的模具吗？不用，就拿竹筒和那个花瓣的来当模具就行了。这个卖的便宜，不用做的太好看，不然就和羊油的有冲突了。而且过不了多久，肯定啊也会有人卖这个松油蜡烛的。好，五郎和他媳妇儿这心真大呀。五郎媳妇儿也真敢想啊，居然都想到要买山了。怎么一直看我呀？你好看啊。娘子也很好看。你居然昧着良心夸我，虽然我挺喜欢别人夸我好看的，可我现在这样子啊，还真是担当不起好看2字。你五官很精致，底子好，等补得胖一点，养白一点，肯定是个美人。少少，会说话你就多说点。娘子不但长得好看，嘴灵巧，能说会道，还很护短，厨艺超群，不比京城首店大厨差，还心灵手巧，懂得很多。你看可以吗？要是不行，我再重新刻。可以就好。现在的每一种只有一个模具，要不要我多雕刻一些出来？先不用，等将蜡烛做出来看看效果再说。竟然还真做成了蜡烛，别说，看着和外面卖的蜡烛，除了颜色外，确实有点像。是啊，而且确实比桌上的油灯更亮。油灯费油，要点得多1个月也费钱啊。而这蜡烛却用松枝就能做，简直是1本万利的生意啊！五郎媳妇儿，你真厉害啊！咱们都弄点出来，明天就拿去卖吧。山上这么多松树，刮下来的松枝能做不少蜡烛呢。一根蜡烛15文，10根就是150文，100根。这玩意儿15文卖不了多久，就得要降价的。为什么呀？我猜测不会超过半个月，就会有人拿着同样的蜡烛去卖。其他人想要卖过你们，自然就要降价。这东西不要什么成本，就算只卖2、3文一支都是赚的。等越来越多的人做出来卖，价钱也就会越来越低。那咱们岂不是赚不了那么多了？有多少赚多少呗，反正松枝又不花钱买，这点小钱也不用放在眼里，本来就是用来改善生活的，也没指望要靠着它赚大钱。哇，五郎媳妇这口气还真大。那个羊油做出来的蜡烛是不是就能赚大钱了呀？
一根蜡烛卖个3、5两银子，数量上不去，也赚不了大钱。什么？洋油蜡烛一根卖3、5两？这完全是抢人呐！会有人买吗？你们的眼界还是太小了。我们要制的蜡烛啊，可不是简单的蜡烛，怎么就不能卖这3、5两了呢？你们这只是小县城，要放在江南或者京城等富庶之地，完全可以卖10两甚至以上呢。你们等着看就是啦。武堂嫂，你现在还要做肉吃？做个臊子，明天下面吃。哎呀，现在天气太热了，这肉要放到明天就有味道了。三丫起来啦！其他人的也都按照这样来放料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每人都有1碗？这不废话吗？当然1人1碗了。以后陆家不用搞特殊，我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。可没事儿，奶奶那儿有我呢。成。吃完了饭，乔爷就让陆家几兄弟带着几个男丁去镇上和县城卖蜡烛。客人要买几根啊？哎，大丫呀！四叔啊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卖蜡烛啊？这哪来的呀？昨天花的3两银子，以老五的性子，绝对会从老太太那里想办法扣回去的，所以不能让老五家知道。啊，我们认识一个跑商的小贩，他从外地弄了一批便宜的蜡烛过来，让帮忙卖呢。1天给我们10文钱的工钱。嘿，最近田里的活不怎么忙，我们就来帮着卖了。四叔，我家蜡烛刚好用完了，你给我几根呗？15文1根，你要几根？哎，这蜡烛啊，就是模样没铺子里的好看，燃起来都差不多，但要便宜很多。你相公是读书人，倒是可以多买几根去放着用啊。四叔，我不过是拿几根蜡烛，你怎么还跟我要钱呢？我爹和弟弟也是读书人，我还想着给他们送几根过去呢。哎，我们这可是帮别人卖的呀，给你们家1根，等和人家算账时，那我可得赔钱啊。家里的钱都在老太太那里，我可没钱补贴你们。你夫家条件那么好，不过是几根蜡烛而已，难道还买不起啊？也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了，等我回去看看，如果没了我再来买。四叔，我还有事儿呢，就先走了啊。哎，走吧。陆梅并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娘家。他们什么时候还认识跑商的了？不知道啊，四叔也没说。爹，我看那蜡烛还挺不错的，你要不去看看，和四叔拿点回来用。相公啊，咱们家每个月得用几百文钱的蜡烛呢，上次买的也快用完了，我还想着过2天去铺子里面再买点呢。那我去集市看看。爹，我带你去吧。四哥，你这生意看着还不错嘛。啊，哎，这个不是我的生意啊，我们也是帮人卖的。哎，四哥，你这蜡烛拿成多少文啊？你什么意思？1根你从中赚了几文嘛？嘿，没赚，就1天给我10文钱嘛。老四，咱们一家人不说2家话，兄弟几个你可是最精明的，你会不加点卖？真没加，你爱信不信？你什么时候认识跑商的了？之前可没听你说过啊。昨天我们回去路上，五郎媳妇儿和一个跑商的搭讪，为我们揽来的活，而且啊，你和大丫也别想白拿，否则我回去可没法向五郎媳妇儿交代啊。他那性子你知道的，这要是赔了，他突然发病打人，呀，就他那力气，我可招架不住啊！真的假的？我骗你干什么呀？我们要认识跑商的，早就拿蜡烛来卖了，还会等到现在啊？这不都是沾五郎媳妇儿的光吗？虽然10文钱对于你们这一房来说还不够1顿饭呢，但对我们来说，都可以买1斗多粟米吃好几天了。哎呀，老四，你可别听乔三丫那死丫头挑拨离间，就对我生了意见啊！咱们可才是亲兄弟啊！我要是好了，还能落下你们？就像是我考中秀才，能免30亩地的赋税，不都给家里的地免了吗？以后考中举人，好处更多。我好了，你们才好，不是吗？哎呀，看你说的，你可是我们的兄弟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儿呢，我们怎么可能对你有意见啊？以后啊，我们可还都要靠你呢。五郎媳妇回去之后啊，并没说你们什么不好，你就别多想了。有意见又怎么样？
也得给我忍着。我昨天听娘说，玉家的孙子天天都去五叔家吃好的，五叔过来看我们，都没开口让去他们家坐坐吃个饭。五叔根本靠不住，与其靠五叔，还不如靠乔三丫呢。我们看清他就行，有五郎媳妇在，以后你五叔想再拿走家里的大部分银钱，可没那么简单了。这倒是，五郎媳妇那么厉害，肯定不会让奶奶再给五叔那么多钱了。爹，你怎么不问四叔要蜡烛啊？他说这是乔三丫找来的活，不能白给我们。过2天你回村里一趟，看看这蜡烛是怎么回事，再好好和你弟弟说说话，可不能让他被乔三丫挑拨的和你离了心啊。好，我过2天就回村。陆家，你们信不信啊？不出2天，陆大丫肯定会回来打探消息的。那怎么办？那咱们就先下手为强好啦。怎么个先下手为强？让奶奶后天一早就去我公公家捉赃，玉家的人还在我公公家吃饭，就可以闹一闹，让玉家没脸再上门去打秋风，至少是暂时没脸上门。奶奶也能因为这个发难让我后婆婆收敛下，否则就这样补贴娘家下去，咱们老陆家挣再多的钱可都不够填进去的。奶奶还能以此为借口让陆大丫最近别回村，毕竟她嫁入玉家之后心也就全部都歪到玉家去了。我后婆婆对娘家补贴那么多，她身为玉家的孙媳妇儿肯定是知道的。行，我后天一早就去。早上先让大堂哥去盯一盯，确定玉老太带着孙子去吃饭了，奶奶快中午的时候再去，最好叫上族中族老的媳妇儿一起去，这样我后婆婆和玉老太也就没法抵赖。奶奶，你整这起儿媳妇来才更能名正言顺呢。行，那我就叫着你们的几个堂奶奶去。不过做蜡烛的事儿真不告诉你公公吗？他之后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怪我们呀？奶，我倒是不怕公公知道，可我怕公公知道之后我后婆婆就知道了。松油蜡烛知道了，那羊油蜡烛还远吗？松油蜡烛不值钱，但是羊油蜡烛就是咱们买山的倚仗啊。娘，我们家过的日子可比玉家苦多了，难得有2个赚钱的法子，要是再被玉家得了去，咱家还怎么过？是啊，娘，咱也得防着他们。行，那就不告诉老五了。当初我就不应该同意老五娶玉氏这个狐狸精的。你看看，这都把老五迷成什么样子了？怎么样？很好，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。卖3、5两银子确实便宜，这要是放到京城，卖几十两都成。那要不咱们拿去京城卖了试试？拿去京城卖，要是被不讲理的权贵盯上，别说赚钱了，甚至会赔上这种方子，甚至是命。还是就在县城先便宜卖吧，安全为上。在村里咱们是有根的，谁想强买强卖也得有所顾忌。对，现在咱们都没有多少根基，还是悠着点。等到这种蜡烛有了市场，咱们要不行也可以去找个有背景的人合作，这也不过是暂时的。以后等咱们也有了背景根基实力了，你们就不会再计较这点钱。700两算个什么啊？咱们的目标可是要上万两，甚至10万两、100万两。有了那么多银子，以后咱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还能穿金戴银，去京城买大宅子住，再雇几个丫鬟小厮伺候着，那日子是不是很美啊？美，那日子太美了。美就行啊，好好干活，什么都会有的。干活，过好日子。这洋蜡烛点燃的消耗，是不是也没有普通蜡烛那么快啊？对了，我加了特殊的药液，让羊油过滤得很纯，又加了一种材料，这样不但会更明亮，还能让蜡烛烧得更持久。果然如此。你在县城认识背景强点的同窗吗？认识啊，怎么了？咱们可以做几支这种蜡烛，去送给你的同窗，让他们帮忙宣扬一下，之后呢就不用去喊着卖，也会有人主动上门来买的。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定制路线。什么是定制路线啊？就是除了梅兰竹菊外，客人想要什么花样的蜡烛可以告诉我们，然后自己出图或者我们出图，对方满意之后我们就照着图去做蜡烛，然后按照难易程度来定价。定制的价格比常规的这几种蜡烛贵，当然也不能太复杂。这个主意不错，
这样也能保证每个人买到的蜡烛独一无二，那些公子小姐的肯定会更喜欢。就是你要辛苦点儿，定制蜡烛的话，每次你都得雕刻新的模具。娘子要不停地调色调香也很辛苦，我多雕刻一些模具算不得什么。咱们一起努力过上好日子。那我们呢？你们当然也有事情做啊，每天去抢卖羊油，上山去摘和捡我需要的材料，都得要你们去做。哦对了，你们谁要是感兴趣，最近可以跟着我学，谁要是有天赋，那以后调色调香就交给谁。你要教我吗？对，教你们，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只要你们听话，我教你们的东西还多着呢。听，我们都听你的。行，那接下来就看你们的表现啦。你们也要学着雕刻木工活，谁要是有天赋干得好，这以后雕刻花样模具的事就交给他了。好，我们也听话。五郎媳妇啊，你做的那什么蚊香真是太好用了。对，点上蚊香没多会儿，我晚上就再没听到蚊子叫了，更加没有被咬过。可不嘛，昨儿啊是我最近睡得最好的一晚了。我也是，我是最招蚊子了，以前每晚都要被咬上几个大包，被痒醒。昨晚却睡得很好。五郎媳妇儿，这蚊香太好用了，我们是不是也拿去县城卖了试试？要卖的，昨天做出来送人之后还有剩余的，要不你们今天卖蜡烛，带着去卖了试试。5片蚊香为一份，送一个竹支架，用棉绳去捆起来去卖。这个好，那一份卖多少钱？蚊香主要是贵在雄黄上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山里找的，没花钱。要不就卖30文一份，要是能自己找到雄黄，那蚊香倒是可以卖便宜点。我知道有个地方有雄黄，要是不怕累，可以自己去捡，拉回来做蚊香。这有什么好怕累的？不就是出点体力活吗？要是能捡起来拉回来，可能省不少钱呢。那就去找免费的吧，要是能够找得到，那蚊香就卖15文一份。你们今天都别去卖蜡烛了，跟着我相公去找雄黄吧。好。到了县城，这个时候谁来了？该不会又是老陆家的人吧？我去开门看看。让梅丫头去开吧。你开门的时候先问问啊，如果外面响起了陆家女眷的声音，你先别开门，赶快回来说一声。如果是我娘他们来了，还要麻烦您带着孙子们到后院的房间坐会儿。谁啊？是我，六郎。奶奶叫我给五叔送蜡烛用。四叔抠抠搜搜的，最后还不是奶奶疼我爹，主动让六郎送蜡烛来了。等一会儿啊，我也拿点回去给夫家用。唉，果然，娘还是最疼我。我去拿进来。岳母，你们也不用再去后院了。好，你快去吧。怎么会是他们？不是六郎来送蜡烛吗？你这个糟瘟的狐狸精啊，背地里头拿我们陆家的钱这么贴补娘家，看老娘我不抽死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人！你居然推我，你这是要打杀婆婆呀！奶，有邻居在外面看，你哭给大家看，一会儿再打。天杀的呀！儿媳妇儿居然打婆婆了！哎呦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我被推倒在地，我都站不起来了！哎呦，我这腰啊，哎呀，疼啊！奶，你没事吧？你可不能有事！婆婆，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你拿着陆家的钱无底线的补贴娘家。奶奶不过是说了你几句，你就算不满，心里只有娘家，可也不能打婆婆呀。天哪，我和一大家子人在村里吃糠咽菜，省吃俭用，就是为了给儿子家送钱送粮。儿媳妇儿不但不知感恩，拿这些钱和粮食去补贴娘家，还不满地打我。哎呀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我还活着干什么呀？遇到这样不孝恨不得我死的儿媳妇儿，就不如我自己一根绳子，我吊死算了。你这个不孝的混账，居然打婆婆！你这么做可是要被天打雷劈的。你个被赶出来的寡妇，我嫂嫂不但没有嫌弃你，让你进陆家的大门，还对你那么好，
你看看你吃的穿的，全都比婆婆还要好上许多。你居然丧良心的打婆婆，太不孝了。哎呀，全村谁不知道你婆婆对你最好，供你们吃好的穿好的，还不用你在身边伺候啊？你就是这么对她的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打婆婆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呀？我呸！你这个丧良心的贱妇，当我们是瞎的不成啊？我们可都是亲眼看到你推倒婆婆的，你居然还污蔑我们冤枉你。就是啊，我们可是亲眼看到的。这意思是奶奶冤枉你？你这不但是要打奶奶，你还要败坏她的名声啊！你这个丧良心的，我怎么对不起你了啊？你不但要打我，还要败坏我的名声，我们陆家要不起你这样的儿媳妇儿。你既然那么在意娘家，恨不得天天和你娘、你侄儿们在一起，那我就成全你，你现在就滚出我们陆家。父亲，我没有啊，我真的没有，是婆婆没站稳摔了一跤，真不是我故意的。娘误会你了，我也看到你不是故意的。娘，您消消气啊，这件事虽然不是婉芝故意的，但确实是她不对，我会罚她的，不值当您这样生气啊。闭嘴！你这个娶了媳妇儿忘了娘的混账！她不但推我摔倒，还冤枉我是个恶婆婆，你竟然还帮着她说话，你心里头还有我这个娘吗？娘，在我心里，您可是最重要的。您这会儿也是在气头上，我不是担心您吗？婉芝真不是故意的，她以前多孝敬您呢。滚一边去！你这些话我现在可不信了，她以前哪里多孝敬我了啊？只会孝敬她娘还差不多呢。我这个婆婆她就没放在眼里和心上。我在你心里是最重要的？那当然了。行，那就让她滚回娘家去，正好她娘在，就让她娘带着她和她的2个周家孩子现在就回娘家去吧。这样的儿媳妇儿我们陆家可不敢要。娘，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啊。婉芝有错我会教她，惩罚她的，您放心吧。我呸！你这个混账，你哪里舍得惩罚她呢？你呀，就是哄着想让我放过她。老五啊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，自从娶了这个寡妇狐狸精进门，你的心就彻底歪到余家了。哼，你现在的眼里头哪里还有我这个亲娘啊？亲儿子你也不管了，你心里头怕是只有这个狐狸精和你那个岳母了。哎呀，亲家母，您消消气。哎呀，我也看到了，刚才婉芝不是故意推你的，而是你绊到椅子才摔倒的，你差不多也就得了。你这个老不要脸的贱人，天天带着孙子来女婿家蹭饭，你也怪好意思的。哎呦，你们老陆家靠打女婿秋风，日子过得倒是舒坦了。老娘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你那个女儿就和你一样的货色，都是不要脸的贱人。哎呦，婉芝女婿，你们快来将这个泼妇给拉开啊！父亲，你快去拉了吧。你这个逆子，你放手！娘，我求你别闹了，还有人看着呢。哼，做错的人又不是我，怕什么别人看呢？娘，你这样闹，要是传出去，我有了不孝的名声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还怎么考科举啊？我可还想给你挣一个诰命回来的。行，我不闹了。可是你这个败家的媳妇儿必须送回娘家去，否则你以后也别回老家了，
就和你媳妇儿、你岳母在县城里头过吧，我呀就当没生过你。娘，您别生气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想让我回娘家，那我回娘家便是。等您消气儿了，我再去给您请安。我可要不起你的请安，你以后啊就好好的在你的娘家待着吧。立即将你的女儿和你的外孙外孙女带走。你们玉家要是不会教女儿，就别送过来祸害我们陆家了。还有，你们陆家要是再敢来打我们陆家的秋风，我就追到你们村去，我掀了你们家。行，我这就让我女儿他们带回家。不过我女儿并不是故意推你的，更没有打你，所以这个罪名我们不认。我只是不忍看到我女儿留在这里被你打骂，这才带她回去的。你就往自己脸上贴金吧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你女儿做了什么事，犯了什么错，为什么会被撵回娘家，大家可都知道。你说再多那也是没用的。娘，算了吧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好，收拾东西咱们走。收拾什么东西啊？这宅子那可是我前儿媳妇的，你女儿吃穿用度也都是我们陆家的。她嫁进我们家来的时候可什么都没有，既然要滚了，那也不能拿我们陆家的东西再去补贴娘家了。你们直接走人，盯着他们，不允许他们拿我们家的一针一线。娘放心，有我们呢。那儿媳就先走了。呸！快滚吧！这个死老太婆！陆梅的丈夫眼中带着难堪和不悦，今天太丢脸了，早知道他就不跟着过来吃饭了。相公生气了，这该咋办呀？梅儿，一会儿你送你奶奶回去，尽尽孝。奶，你消消气儿吧，我陪着您回去吧。哼，你这个玉家的媳妇儿，我可不敢让你陪。奶，就算我嫁到了玉家，可我也是陆家的姑娘啊。哼，我们陆家可要不起你这样的姑娘，我们陆家的大门更加不欢迎你这样吃里扒外的姑娘。你以后啊，就好好的在玉家伺候你后娘和你玉奶奶吧，别想着再回我们陆家打秋风了。就算是回去了，也不会让你进门的。奶，我可什么都没有做呀，您不要这样迁怒我呀。我懒得跟你说，你现在就赶紧滚吧，我看着你就烦。奶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……老大媳妇儿，将他丢出去。哎呦，你赶紧走吧。这群乡巴佬太可恶了。五郎媳妇啊，这些菜你会做吗？会做，我来做你看着，以后家里也就能做了吃。好嘞。你儿媳妇这是做什么啊？好香啊！不是我儿媳妇儿，而是我孙媳妇儿做的。她的厨艺呀特别好，就是素菜都能做出肉味儿来呢。死丫头，还真会笼络老太太。我的饭呢？你不是和娇妻、岳母和继子女以及侄子们吃过了吗？所以我就没有做你的份儿。别说啊，公公你们家吃的真好，每顿都有肉，还有那么贵的番茄和茄子，贵的香料更是基本都齐全了。难怪玉老太太喜欢带着孙子来吃饭呢。这个不孝子吃个屁呀！我看你已经陪你媳妇和岳母吃饱了，这饭啊就没你的份儿。哎呦，我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肉菜。五郎媳妇太厉害了。我们五郎媳妇是个福星，当然厉害了。哎呦，我现在就是羡慕呀，你家有这么个孝顺又能干的孙媳妇儿。五郎媳妇儿是个好的。老五，你们家娶到乔叶这样的福星当儿媳妇，可是天大的福气呀，你可得珍惜。是啊，你们以后啊可得对五郎媳妇好点儿。珍惜个屁呀！哼，他现在恨不得赶快将这个儿媳妇给撵出陆家，这样的福气他可真要不起。自从死丫头进门以后，他就没有一天顺心的。娘，您将厨房里的东西都拿走，我吃什么呀？你媳妇儿都回娘家了，你又不会做菜，留着这些东西啊，不得放坏了。再说了，你不是在县学念书呢吗？就在里头吃吧，
要是不在，就买碗面什么的吃吃，对付一下就行了。实在不行啊，你就搬回村里住就行了。你三嫂跟着五郎媳妇儿学点做菜，手艺也越来越好了。要不你现在就收拾下东西，跟我们一起回村去吧。哎呀，娘想什么呢？我还要在县学念书备考呢，就不回村了啊。这些东西你就别带走了，我到时候请人帮忙做饭就行。怎么，不过是一点厨房里的东西，你都舍不得给呀？你对你岳母可不是这样的，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玉家的儿子呢。娘，我怎么可能舍不得啊？我这不是想着这些都是我们用过的，您拿生的回去不太合适吗？我们又不嫌弃，是不是舍不得孝敬亲娘啊？没有啊，娘，可别再来了。哼，以后每个月都来县城1、2次，看看这个不孝子有没有败家。想什么呢？我不太满意这菊花的样子，看着太单板了，我想要那种层层叠叠的感觉。我来雕刻试试。对啊，还能雕刻，那一会儿你试试。雄黄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大伯他们每个人都备了不少，今年夏天用来做蚊香的雄黄都足够了。这样咱们就能卖15文1份了，让大多数人都能用上蚊香，也能将蚊香的名气打出去。除了这种蚊香外，我们呢还可以再做一些中档的和高档的出来，加入贵的香料，蚊香的模样也变一变，包装也好好弄一弄，档次价格就能够上去了。这个办法好。对了，要是蚊香很好卖，应该也还会有商贩特意会跑过来找我们批量的买。光是靠家里这些人，又要上山找材料，又要做蚊香，根本忙不过来。所以我想等忙不过来之后，就在村子里收艾草等材料好了。1文钱1斤的艾草，对我们来说成本不高，但是却能拉拢村里的人，而且做得多了，咱们村山上的艾草也就不够，对外收就很有必要了。这样将全村的利益捆绑起来，对我们很有利。你想怎么做，我都支持你。今天我回来的时候碰到了县衙的捕头，肖有福的案子明天就能结案。我明天去县城一趟，顺便将竹子蜡烛带去送给卢县令和以前的一位同窗吧。好，那我今天给你重新做2份特制的蚊香，你带去送人。那就辛苦娘子了。我辛苦完你也还要辛苦的，我做完之后呢，你都要雕刻一下，这样看上去啊才比较是有雅致有档次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我准备去查一查我爹的产业。我也觉得你爹应该是不缺银子，他们家的生活水平不低，每天还要养着玉老太和孙子吃饭。你后娘呢更是时常补贴娘家，陆梅丈夫读书的钱你后娘也要补贴不少。你爹一个农家子，娶了你娘才发达的，他除了自己花钱外可没有赚钱的手段，所以要是有你不知道的产业和钱，十有八九还是来自于你母家，是应该好好查查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外公之前给了你多少钱，你都花了？100两，我自己给书友和买笔墨纸砚，以及一些吃饭零散的花费，大约用了30多两，剩下的都被我姐用各种名义拿走了。去年这笔钱就花光了，我才开始写画本抄书赚钱的。没事儿，以后不再上他的当就行了。以后肯定不会再上当了。虎郎媳妇儿，最近田里的活不少，我们怕是没法每天去县城卖蜡烛和蚊香，要不让大郎他们几个人轮换着去卖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以后去镇上和县城就小辈们轮换着去吧。明天就让大堂哥他们带着蜡烛和蚊香去县城卖了试试。蚊香不像是蜡烛，能试给别人看，以前他们也自己用过蜡烛，而蚊香他们都没听过，要是没人买怎么办？我明天和你们一起去县城，带你们卖几次，以后你们就按照这样子的卖就行了。第2天，这是我们做出来专门驱蚊杀蚊的蚊香，你们要带1盘回去试试吗？睡觉之前点上1盘，一晚上都不会被蚊子在耳边嗡嗡嗡的打扰，也不会再被咬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们可能也不信，所以呢，你们可以买1盘回去试试。如果买回去没效果，明天你们就拿回这儿，我原价退还给你们。真不真有没有效果，只有用了才知道。没效果还能退？对，因为我们这儿蚊香驱蚊杀蚊效果很好，所以相信你们用了之后是不会拿回来退的。如果真的没有效果，你们尽管拿着用剩下的明天过来退便是。我这家里人都是在这儿卖蜡烛，
没必要骗你们，而且因为是第一次卖蚊香，所以前面3天会便宜卖，这样的一盒蚊香只卖2文钱，还送你们一个支架，3天之后就要涨回原价3文钱一盒，还不送支架，到时候支架只有买5盘15文一份的才送。对啊，大家今天可以先买1盘回去试试，好用了再来多买点。要是有效果，你们晚上不都能睡个好觉了吗？2文钱而已嘛，没效果还能退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那给我拿1盘吧。晚上睡之前只用这样点着就行了，要是不舍得一夜都点着，也可以在睡觉之前的1个时辰将蚊香在房间里点上，关上门窗闷着就行，这样1盘蚊香就能用3天，就等于1天还花不到1文钱。五郎媳妇儿这么厉害，不但将蚊香都卖了出去，还只花了这么短的时间，今天又能吃肉了，真好啊！五郎媳妇儿，刚才还有人主动来找我们问，是不是有蚊香卖呢？他们肯定是听别人说的，放心吧，咱们家的蚊香只会越来越好卖。我也觉得肯定好卖，咱们卖完最后的10几根蜡烛就能回家了。卖吧，我相公办完事之后会来找我们的，顺便等等他。哎，好。蜡烛和蚊香都卖完了吧？卖完了。你的事情都办完了？县令大人已经判了乔有福故意引导杀人，因为未遂判了入狱坐牢3年。连春义背后怂恿，虽然没有被判坐牢，但却被剥夺了以后科考资格。乔有福2人也算是罪有应得，乔有福没少帮这连春义背锅吧？这几天县令大人在查连家，乔有福受审招出了连春义，连家动了不少关系和手段，想保他，应该还找了人对牢中的乔有福各种威逼利诱，所以他只公示出是连春义怂恿，给钱让他破坏我成婚。这个结果不错，乔有福被判坐牢，老乔家的人怕是要被打击的不轻。老乔家的人很可能会来找你麻烦。怕什么？咱们不是还有奶奶和大伯母他们吗？他们会护着我的。还是娘子高明。五郎媳妇儿，你现在已经是我们陆家的人了，我们肯定护着你。要是老乔家的人敢来找你的麻烦，我们绝对不会对他们客气的，更不会让他们动你一下。我就知道大伯母你们会护着我的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就得一致对外。必须的。回到村里，怎么样？蚊香有人买吗？全都卖出去了，之后还不停的有人来问呢。五郎媳妇儿太厉害了，他将乔叶怎么将蚊香卖出去的过程说了一遍。五郎媳妇儿怎么就那么厉害呀？难怪是能选去伺候河神大人的福星啊！他们家也是有福气的，娶了这样的孙媳妇进门。我们卖蚊香在村里肯定是隐瞒不了几天，我想着咱们呢还是要给村长、族老和村老们的家里都送一份蚊香去表示一下，也算是让他们先知道我们在卖蚊香的意思。这么做合适。这村里一致对外的时候还是比较团结的，但是谁家要是过得很好，也会有人眼红泛酸，还得族老们和村长帮忙压着点儿。我就是这么想的，而且我准备过几天就在村子里收艾草，1文钱1斤。干什么要浪费这个钱？咱们家人多，自己去割艾草又不是多费事儿。蚊香的生意会越来越好，上山割艾草的时间都能做不少盘蚊香了，也代表着收艾草虽然会花去一些钱，但能做出更多的蚊香，所以最后呢，咱们其实赚的钱反而会更多。山上的艾草割完，咱们要去的是其他地方割，更费时间和精力，还不如去花钱收，也让村子里的人一起赚点钱沾沾光，眼红泛酸呢就没那么厉害了。到时候奶奶您在时放出句话，说谁要是使坏了，咱们家就不收村里的艾草，去其他家里收，这样不用我们出手，想卖艾草赚钱的村民都会主动帮着看点的。哎呀，家里就你和五郎最聪明了，这些事儿啊都听你的啊。奶奶，你这2天还能对我们族老们以及交好的人家透露下我们要收艾草的事，让他们可以先割点来放着，我们一收他们就能卖了。对了，您告诉他们松果也收，3斤1文钱。没问题，我去说。一会儿五郎跟着我去村长、村老和族老家送蚊香去吧。族老、村长和村老们看到几人来送蚊香，心里那个舒坦呀，他们觉得真舒心呀，有种被重视的感觉。这五郎啊，还真娶了个好媳妇儿。对，瞧瞧五郎，多谦逊有礼，还很会说话。长辈们对陆少的印象好了不少，反之对陆清荣夫妻的印象则是跌了不少。
特别是对玉婉之，更甚至开始反感。我听人说，你小儿媳妇还对你动手了。是啊，那就是个不孝的，我以前都被他给骗了。他不但将我给推倒了，还装病，想要诬赖冤枉我这个婆婆，更是挑唆的老五倾尽帮扶老玉家。像这样的儿媳妇儿，我们家给摊上了，真是倒霉哟。这样的儿媳妇儿真是太不像话了。难怪被王夫家的人赶出来，肯定就是品性不行。陆清荣这样的性子，以后真能考中举人，尽是出息了。要是出息了，真会带着陆家的族人一起发达吗？怎么感觉不是那么靠得住啊？虎狼，你现在读书怎么样了？要继续科考吗？读得还不错，夫子说我可以继续下场，并且明年的县试我也很有把握。很好，你一看就是会有出息的，好好考，也为我们陆家以及村子争光。谨遵叔爷教诲，我要是能一路考上去，将来也不会忘了咱们族人和村子的。好好考，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，可以找族长和我们这些族老。好。县城拿着什么呢？一个小友送的蜡烛和蚊香，据说是他娘子特意做的蜡烛。蚊香是一种驱蚊杀蚊的香，我打开看看，他说大盒子里是蜡烛，小盒子里是蚊香。这是蜡烛？这蜡烛真是特别，还雅致，这香味我也喜欢。你这位小友真是有心了，他妻子的手也是好巧。确实有心了。过2天我邀请几个朋友过来赏蜡喝酒。再看看那什么蚊香吧。哇，这雕工还真好。雕工好，这蚊香也一样很雅致。我都有点好奇，这蚊香是什么味道？好闻，这味道我喜欢。闻着确实还不错。这蚊香是不是可以当熏香用？不能，点完1枚即可，不宜点太多。原来如此，那咱们今晚就点1枚试试，给爹娘和儿子房里也都送2枚过去。好，晚上试试。这香味我很喜欢，等有机会问问那位小友，他妻子能不能将其制成熏香。那再顺便问问，这蜡烛和蚊香有其他更适合女子闻的香味不？好。另外一边几家，爹，你来看看这个，能看出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用什么雕的竹子？看着材质晶莹透亮，有点像是玉石，但又不是。爹，这是蜡烛呢。这是蜡烛？怎么可能？没想到这居然是蜡烛，蜡烛也能做得这么雅致新意，妙哉呀！竟还有一股竹子的清香，好闻。之前陆韶说送我蜡烛和蚊香的时候，我还有点懵，这蜡烛又不是稀罕物，他怎么送我这个呀？现在打开一看，才知道有多妙，真是有心了。这是你曾经有些惋惜那位同窗陆韶送的。是啊，他虽然被他爹送去乡下，自己去镇上找了个学堂念书，原本我还有些可惜呢，他被家里放弃送去乡下老家，但去了乡下，他的成绩也一直很好，在镇上一骑绝尘。而且今日再见，我发现他变了许多。我和他聊了聊，他对事对人的言谈举止上和从前相差很大。那是更好了。对，以前我和他相交是喜欢他的单纯和简单，他不喜欢算计，为人也真诚，更不会像别人那样奉承我。现在他经历了那些，看得出来早没曾经的单纯，反而给我一种不简单的感觉，但却让我更想和他交好。以前是相交不错的同窗，也许以后会成为好友。变得不简单看不清了，你反而更想深交。对，现在我和他能真正聊到一块了，很多想法理念更是不谋而合。而且这样的陆韶，将来在科举入仕上若有建树，前途不会差。那你应该没看走眼，连家都在他手上吃亏了。此子要是能成功入仕，我也觉得不会差。连家在他手上吃亏了？连春义收买他妻族的人，陷害他不成，反而被他破了计。今天连春义被剥夺了科举资格，连家却没有襁褓。我之前收到消息，
连家想算计卢县令失败，反而被卢县令将了一军。连春义就是和卢县令和连家博弈的结果，显然最后是卢县令反而占了上风。而你这个同窗陆少，很得卢县令看好和喜欢，所以在卢县令和连家的斗争里，我怀疑他也有参与。这麻鱼县的天也许真能变一变了。这事让陆少居然能插上手，那我确实没看错人。这又是什么？这玩意儿雕刻的还真精致，雕工真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陆朝说这是蚊香，晚上点燃之后可以驱蚊杀蚊用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，我试试。还有这种香，这真不是熏香吗？真不是熏香，不过这香味还真特别，清淡又冷冽，我喜欢这种雪松味儿。他说这种蚊香不能当熏香点，毕竟是驱蚊的东西，晚上睡前在房间点一个就行。那有些可惜。哎，爹，你一会儿将蚊香带几个回去，晚上试试。我晚点再送几个蚊香，去给祖父祖母和弟弟妹妹他们也试试。我来送吧。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回房啊。哎，这是我好友送我的，就当你孝敬自家老子了。真是大意了。娘子，你看这个可以吗？满意，你雕刻出来的和真的一样。这兰花的花瓣你也雕几道吧。好，你最近看看陆家的同辈里啊，有谁的木工雕工活不错的，好好培养一下。除了蜡烛外，中高端的蚊香也要雕刻，只是你自己来的话忙不过来。好，我这几天呢都会抽空教他们的。这个月忙完，我下个月要回学堂去念书了。读书重要，你确实是该要去学堂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要不要去转去县城的学堂？不用，对考童生和秀才我很有信心。去学堂不过是再巩固一下，我要让我爹和后娘看看，就算他们将我送到乡下，我照样能考上秀才，甚至是举人。我相信你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我也支持你。我定不负娘子厚望。今天娘子又做了什么好吃的菜啊？我之前做了红烧肉，这会子香味炖出来了，这个菜很下饭，你晚上多吃一点。娘子你也多吃点。哎，这位小娘子，昨天卖的蚊香还有吗？有的，你们昨天买回去效果还不错吧？效果很好啊！我点上蚊香之后，昨晚一夜都没有再听到蚊子叫，今早起来更没有再被叮。哎，今天还是昨天的价格吧，给我来50盘。还是昨天的价格，不过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每个人只能买30盘。为什么我多买都不行啊？我们带来的蚊香数量有限，要是前面的人都买50盘，这后面的人就没法买了。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用上这样驱蚊的好东西，你们用着好，明天也能再来买30盘啊。到了后天，蚊香就要恢复正常的3文钱一片的价格，就不送支架了。对，前面的都不能买多了，我们后面的还想买呢。哎，行，那就给我30盘。支架也都送的吧？都送，这里有30盘蚊香和30个支架，你数数啊。1个时辰不到就全都卖光了。这蚊香也太好卖了，以后咱们是不是多做点出来？也就今天和明天才会这么抢，毕竟更便宜还现买，等后天恢复3文钱的价格之后就不会再这样了。而且今天和明天抢买了30盘的人，短时间内没用完也不会再来买，所以呢，你们得要做好准备，之后的蚊香肯定是没这2天卖得快啊。后天就没这么好卖了？虽然没有这样好卖，但每天带来的蚊香也肯定能卖得出去的，没多久应该还会有走商的人来大量的买，所以放心吧，咱们的蚊香不愁卖，反而更要担心的是做不出来那么多去卖。只要能卖完就好，咱们反正尽量多做点。你这蚊香送的好，以后大堂哥他们来了就不用怕被人算计收拾了。他们也是看在县太爷的面子上才对我那么客气的，以后让堂哥他们时常送一些蚊香或者村子里面的特产，这关系呢也就能稳住了。以后家里做了糕点或者是其他的东西，就让大堂哥他们带点去来送给这些衙役们，一直交好维护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是这个理儿。你也选几块布料再做几身衣裳吧。这些布我都不怎么喜欢。下个月我抽空带你去府城看一看，府城的布料款式有很多新的。好啊，那就多谢相公啦。应该的。过段时间咱们家也要去买2头牛吧。好。为什么要买2头？1头拉车，1头帮着犁地，给你爹他们减轻负担。五郎媳妇儿真不愧是个败家娘们儿，哪家买牛还分拉车和犁地啊？买1头就行了吧，平常用来犁地，要去县城的时候就拉车。你们以后时常要去县城，1头牛肯定是忙不过来。要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们走路就行，
能买2头牛，能坐牛车进城，干嘛要委屈自己？以后你们这些想法都要改一改，别说是2头牛了，以后咱们还要买几10头，甚至是几百头牛呢。五郎媳妇儿居然说以后要养几10头，甚至几百头牛，这是在做梦吗？五郎媳妇还真敢想。有钱了什么不能买？你们的眼界要放宽一些，别拘在这1亩3分地里。好，我们以后尽量将眼界放宽点。以后你去府城，可以带着他们去见识见识。好。你认识那人？他好像不是我们村的。他是我后娘最小的弟弟玉老六。他突然出现在村里，应该不是凑巧，是不是去家里了？就算不是去家里了，应该也是来找过家里的人。他这个弟弟很聪明机灵，还很能说会道。你回去问问就知道了。你们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？奶，咱们带去的蚊香和蜡烛都卖光了。你们是没有看到，今天好多人都是30班的抢着买。哎呦，还是我们五郎媳妇儿厉害呀！也是奶奶这个领头羊带得好，您老呀可是咱们的定海神针。就你嘴甜。你们这是又买了什么了？咱们今天是赚了不少钱，我就想着给奶奶您买2匹布料，做几身衣裳。哎呦，我一个老太太做那么多衣裳干什么呀？不用不用，这也太浪费了。您哪里老了？一点都不老，您可是咱们村最俊的老太太。现在啊，就是穿得太次了，出去和其他老太太对比，才看着差不多。多做几身新衣裳，奶奶您出去就是咱们村最好看的老太太。咱们赚了钱，可不是我后婆婆那种什么都会想着自己用，或者是送去娘家。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要孝敬您呐。奶奶这衣裳得必须要做，不然我可不依。就你最会败家了。只要奶奶高兴，我败家点又怎么啦？我乐意。你这个丫头啊，就知道哄我这个老太婆。奶奶高兴啦，我和全家就都高兴啦。奶，我刚才看您脸上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这是谁又招惹您啦？您说出来，我去帮您出气。还不是这几个糟心的玩意儿啊！大伯他们怎么啦？他们来向我和老五媳妇儿求情，说老五是要考科举当官的，媳妇儿如果名声不好，对老五有很大的影响。要是名声受损了，老五以后想要做官也会有妨碍。让我叫老五去将那个胡妹子接回去，就说之前是我们误会了。这样不就成了奶奶您的错了？到时候县城的邻居会怎么说您？再说我后婆婆这是补贴娘家被您送回去的，关我公公科考做官什么事儿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这些京城的世家大族家里都有糟心事，别说是我们小地方啦。这事儿肯定是我后婆婆和玉家怕影响她名声想出来的办法。到时候啊，要是您吩咐我公公去接人，再到处和人说说，他不但能理直气壮的回来，还能说之前是您找借口冤枉折磨他的手段，他是无辜的，您就是恶婆婆，他因为孝道不敢违抗您，这才被迫去的娘家，所以您才会主动让儿子去娘家接他。我可没冤枉折磨他，这个不要脸的。今天玉家的人是不是来啦？没来呀。那就是玉家的人单独去地里去找大伯几人说话了。你们和奶奶说的那些话都是玉老六和你们说的吧？我们今天在地里干活，确实遇到来村里想收粮食的玉老六，然后聊了几句，他就忧心忡忡地和我们说，弟妹被送回娘家，影响了名声的话，对老五科举做官都有很大影响。我们这不才想着就一点小事，要不就先让老五将人接回来。我是觉得那玉老六来村里收粮食是借口，就是故意找我们兄弟的说这事儿的。他呀没安什么好心，我也和大哥他们说了，让他们都别当真。玉老六精着呢，可他们却因为担心老五的前途不听我的。我们这不是怕耽搁老五的前程吗？被人挑唆几句就来劝我，你们就是猪脑子。我们当时真没多想这么多。以后你们要是遇到玉家的人了，可别再搭理了，他们都是人精，你们呐不是对手。知道了。怎么买这么多匹布啊？
我也穿不完呢。最近几天大家做蚊香和蜡烛都辛苦啦，我就想着各房也都奖励几匹布料，男爹女眷们都各自做一身新衣裳，一起高兴高兴。我们也有。有啊，我之前就和你们说了，你们好好跟着我干活，我就带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。你们最近干活都不错，我说要奖励就会做到。再说我那后婆婆一个月怕是都不只是做一身新衣服，现在我不过是奖励你们一人一身新衣裳而已，这多大的事儿啊。没想到我想穿件新衣服，不是自家男人买来的布，而是沾了侄子媳妇儿的光。你整天干农活，穿新衣裳不也是糟蹋？你自己的那身衣裳自己做吧，要不就送到县城里面去，让你弟妹帮着你做，毕竟你们赚的钱也有一部分被人家拿去做新衣裳了啊。他穿新衣裳可以，我们做新衣裳就是糟蹋。哼，就是凭什么县城的胡妹子穿的新衣服咱们就没有资格穿？哼，她可当少奶奶娇养着，而这田里和家里的活可都是我们干的。你的衣服也让你弟妹去做吧。哎呀，我也好几年没有做新衣裳穿了，我就不说了，可我3个闺女也一直都是穿旧衣裳，还全是陆大丫穿剩下不要的。县城里那个死丫头不但经常穿新的，穿的还那么好，还不用干活，我一天天的跟个野驴似的。你的也找那胡妹子做吧。这都什么事儿？怎么就扯到我们身上了？你们几个瞎咧咧什么呢？我们和老五媳妇儿可话都没有说过多少，做衣服找她干嘛？再说哪家是弟妹帮忙做衣服的，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就是，你们几个娘们瞎说什么呢？你们整天不是下地就是家里干活，穿新衣服本来就糟蹋了，现在能做件新衣服，怎么就嘚瑟起来了？就是几个老娘们也不看看，就你们自己这样的，穿旧衣服和新衣服有多大区别吗？啊，我们几兄弟自己不也因为整天在地里干活才没做新衣服的呀？哎呀呀，完了，这小娘们儿发疯了呀！我觉得几位伯母说的很对，下地干活怎么就影响和糟蹋穿新衣裳了？还有，你们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什么叫这些老娘们穿新衣服和旧衣服没什么差别？你们这意思，她们是黄脸婆？她们这模样不配穿，只有我后婆婆才配穿是吧？可你们也不想想，几个婆母难道不想做个美人吗？这还不是因为嫁给你们，这得要天天下地干活，风吹日晒的，什么样的美人也得被糟蹋成黄脸婆。再说了，你们弟妹能穿那么好，那本来就是你们供的，伯母们也没说错啊。你们要当伏地魔，以后有事就去找你们弟弟妹妹去呗。你们供弟妹穿金戴银，打扮的跟个小姑娘一样，你们不但不觉得有错，居然还抖起来了。谁给你们的勇气？你们五弟和五弟妹吗？以后你们自己不疼媳妇儿，那我就来疼几个伯母和堂姐堂妹们。五郎媳妇，还是你会心疼人。就是，不像那些臭男人，太让我们寒心了。既然那么厉害的要当伏地魔，以后啊就跟着他们五弟媳妇儿过去吧。你们要是过不下去，那现在就送你们回娘家去。你们自己错了，被玉老六利用当刀使唤，一个个自己没有脑子，居然还这样欺负我几个伯母。莫不是你们看我后婆婆比这几个伯母长得好看又会打扮，这才忍不住想要怜惜？我公公被迷得拎不清，你们也被迷住啦？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们这表情一看就是心虚了。我就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后婆婆比几个伯母好看，比她们有风情韵味？你们有没有羡慕过我公公娶了那样娇软好看又会打扮的媳妇儿？说实话，不然叫遭雷劈。你别乱说。好啊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还真是被那狐狸精迷住了。老娘当年是村里出了名好看的姑娘，要不是嫁给你，你怎么会变成黄脸婆？你这个丧良心的，你居然嫌弃我，觉得那个狐狸精好，难怪挣了钱就往老五家送，原来是想去养那个狐狸精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太不要脸了！我们哪里就不如那个狐狸精了呀？我们要是不下地，吃好穿好，好好的保养，也不会比他差的。哎呦，你个爱钱刀的，你臭不要脸的！哈哈哈，我可不服啦！媳妇儿，我可一直都是站你们这边的，我对城里那狐妹子可不联系，反而讨厌的紧。你对那狐妹子真不联系？我保证是真的。
你要是不信，以后我赚的钱坚决不送去县城了。以后啊，我给你卖新衣裳，不便宜老五和他媳妇儿。我相信你一次，可要是让我发现你也对那狐狸精怜惜喜欢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。是。陆家几兄弟除了渣公公之外，这位也能算是个聪明人，倒是可以重用一下。而陆老大、陆老二和陆老三这种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，还是好好干活就成了。你真是太不像话了！再闹，我可就要还手了。你打呀，打死我，你就好去县城里头找那个狐狸精了。瞎说什么呢？我们和老五媳妇儿可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刚才可没否认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在家伺候你和一家老小，你还有外心。你这个老娘们知道什么？听别人瞎咧咧几句就跟着胡说。你要是再胡闹，我就送你回娘家了。你这个丧良心的，我才不去呢，错的又不是我。乔叶就扯着他的领口，将他整个人扔飞出门外。我现在很生气，我要发病了。哎呦，这五郎媳妇也太彪悍了吧！二伯三伯，你们刚才是不是想也送我二伯娘和三伯娘回娘家，败坏了他们的名声，为我后婆婆遮掩，这样才好向我后婆婆邀功？你别胡说八道！哎呀，五郎媳妇啊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哎呀，我可不活了！哎呀，五郎媳妇，他们就是嫌弃我们是黄脸婆，被狐狸精迷的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看着那狐狸精被娘送回娘家，他们就心疼了，可是将我们也送回娘家，到时候人家都来嘲笑我们了，帮那狐狸精分担骂声呢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这些个死娘们儿！你这娘们再乱说，我就打你了！你打呀，打死我！你好去找狐狸精献殷勤，他可早看不惯我们几个妯娌了。你打了我，他肯定娇滴滴的感谢你这个二伯哥。二伯，你敢动我二伯娘一根手指头试试？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生气。说完，他也扯住陆老二的领口，也将人直接甩出屋外。五郎媳妇儿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敢惹我生气，所以我就犯病了。这丫头犯病，好吓人！哎呀娘嘞！别哭了，以后他们要是再敢欺负你们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他们以后要是再敢联系我后婆婆，我就打断他们的腿。他们相信五郎媳妇生气犯病，还真做得出来这种事儿。对，他们以后要是再敢给那个狐狸精送钱，帮那个狐狸精，你就打断他们的腿。把你们的花花肠子都收起来，以后再和那个狐狸精有什么牵扯，搅和到一起去，不用五郎媳妇儿出手，老娘就先打断你们的腿。为了他们生气不值当的，以后呢，你们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不会比我后婆婆差多少。他们将你们当黄脸婆，等你们变好看了，也别理他们这种满身臭汗的村汉，也不看看他们自己，明明也没比我公公大多少岁，那一个个看上去的反而像是我公公的爹一样。可不是，他们也没比我们好到哪里去，比起老五来，他们不也是又老又丑？就是呀，怪好意思嫌弃我们的，我们还没有嫌弃他们呢。来，过来选布料，每人做一身漂亮的衣裳，等到多赚点钱之后啊，我再带你们去县城的银楼去买首饰。这个世间没有丑女人，你们好好养一养，穿戴打扮漂亮点，不会比谁差的。我们养一养，打扮一下，真的不会比老五媳妇儿差吗？我很好，更不觉得难，就不劳几位伯伯操心了。行，我们都懂。他们懂什么？算了，没法说，他自己知道小媳妇的好就成了。五郎媳妇儿，这是什么菜？我们的呢？这个叫做红烧狮子头，可不只是肉丸子那么简单。至于你们碗里为什么没有，这当然就要问你们自己了。问我们自己？你们白天为了我后婆婆嫌弃并欺负自己的媳妇儿，还敢动手动脚的，逼着我生气发病，所以今晚上的晚饭，红烧狮子头和麻婆豆腐都没有你们的份儿。以后这个家里不管是谁做错了就要受惩罚，就惩罚你们这3天都不能吃和我们吃一样的。你们就像是曾经那样吃粥和咸菜吧。这么狠？就是这么狠。怎么，你们不服气？你们又要惹我生气了？我就问问。
奶奶，你快尝尝，这是我特意为您做的狮子头，软糯细嫩。桌子上的呀是麻婆豆腐，鲜香爽滑，都很适合您吃的。还是你知道孝敬我，这狮子头和麻婆豆腐看着就好吃。五郎媳妇儿，你这做菜的手艺呀，真是一绝。这2道菜我都喜欢，这太好吃了。哎呀，现在吃着咸菜就着粥，不但没有觉得饱，反而更饿了。最过分的是，每人就这么1碗，不准再添。哎呀，一想到这日子呀还有3天呢，3兄弟全都露出生无可恋的表情，后悔呀。娘子，还是你有办法呀？对他们就要双管齐下。你说那玉老六还会来吗？玉家的人还真是会算计。这2、3天肯定还会来的。他们分析利弊之后，就想让奶奶低头。今天玉老六来村子里，肯定还会打听到我们奏蜡烛和蚊香的事儿，可能还会让人帮忙盯着我们家。所以我爹他们应该很快就能知道咱们这卖蚊香的事儿。要盯就盯吧，反正咱们做蜡烛和蚊香卖，那也不是秘密，只要有我在。想让老宅的人低头服软，玉家做梦呢。那是，谁让我家娘子最厉害了？他们要是像你这么有觉悟，这么会说话，就不会饿肚子了。那他们肯定没法和我比啊。玉家，你事儿都办成了吗？确定这2天那个死老太婆会让相公来接我们回去吗？姐，你就放心吧，陆老大几人已经被我说动了。好，那我呀就再等2天吧。自从那个死丫头嫁到陆家，死老太婆等人就被她哄住，哼，一起来对付我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变故。那丫头啊确实不简单，我打听到陆家这几天啊在做蜡烛和蚊香，拿去城里卖，都是那丫头想出来的。那蜡烛是陆家做的？对，都是陆家做的，听说生意可不差。明天我跟去县城看看。是该去看看，有那个死丫头在，这陆家都不像以前那样好掌控了。老六，咱们得想办法将那个死丫头弄出陆家才行。姐，既然那个死丫头挑唆陆家老家的人找你麻烦，那咱们也能用这种办法去对付她。你的意思是让老陆家人收拾她？我们夫妻不在村子里，加上我扶植补贴娘家的事儿，老太太现在对我意见大着呢。那个老东西怕不会那么容易被怂恿挑唆撵死丫头。陆家的人被他哄住，可那死丫头不是还有娘家吗？还是小弟你聪明，我肯定会帮姐你出气的，等着看吧。第2天，奶奶的，这太赚钱了吧！这方子要是他拿在手上，就多去几个地方将方子卖一遍，这样陆家就算怀疑，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玉家得到了方子。五郎，你媳妇儿要带我们去酒楼吃饭，这是不是太贵了？没事儿，听我娘子的就行。回去之后奶奶骂怎么办？奶奶是不会骂的，你们要相信我娘子。你们想要吃什么就点吧。这也太贵了吧？够了。这酒楼的菜感觉还没有五郎媳妇儿做的好吃呢。这是当然了，我做的那些菜酒楼可是都没有的。所以你们呢要好好珍惜，别和你们爹一样被人怂恿挑唆下就在家里作妖。我们绝不会的，我就说不知道，都是你和长辈们捣弄的。我们也是。如果有人套话问蜡烛和蚊香的方子，你们会怎么说？我对你们还是信任的，但是对你们几人的爹却是不太信，就怕他们被我公公或者玉家的人一套话，那就中招都说出去了。我们会让家里的弟弟妹妹看着他们的，发现他们和玉家的人接触，就立即让我们娘去阻止。你们有这样的觉悟，就是将陆家的利益放在最前面，很不错。那盯着他们几人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啦。放心，交给我们就行。玉老六一直在跟踪我们，肯定是打上了蜡烛和蚊香方子的主意。你们出门之后往左边看看就能发现他，看完立即收回目光，假装没看到他，别露出情绪，有事回去说。这玉家还真不要脸，还真打上他们家蜡烛和蚊香的生意了。小弟啊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那个小贱种等人今天去县城卖蜡烛和蚊香了吗？去了，那蚊香还非常好卖，我看那些人啊像是疯了一样争抢着买蚊香。
那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不会是被发现了吧？我这是为你抱不平呢。那死丫头赚了好多钱，然后就去又是买猪肉又是买羊肉的，还去买了老贵的调料。更过分的是还带着陆家的小辈去了酒楼吃饭，点了好几个菜呢。你被送回娘家受苦他们却逍遥自在，过得那么舒服，我就很生这个气。哼，那蚊香真那么好卖呀？我亲眼看到的，绝对假不了。姐，要是能弄到那蚊香的方子，咱们可以去远点的地方卖方子，肯定能赚大钱。到时候小景兄妹就不用再看死老太婆等人的脸色，而且小景要娶连家的小姐，这聘礼总不能少吧？要是能拿到方子，我就跑远点，去多卖几次，也好给小景多凑点聘礼钱。给的聘礼多了，连家才能高看小景一眼。蚊香要是赚了大钱，以后蓝丫头的嫁妆也能更丰厚。哎呀，过2天呀，如果那个死老太婆还没有让相公来接我，你就去找你姐夫送信，让他来接我。好。怎么又买肉了？还买了2种，谁家天天吃肉啊？赚钱了，每天吃肉又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公公家不也是天天吃肉吗？老玉家盼也是天天顿顿肉呢，他们都吃得，为什么奶奶就吃不得呢？我这就是为您抱不平，不想您输给他们，想要好好孝敬您。还是你最孝顺了。算了，买就买了吧，我呀就等着享清福了。奶奶这么想就对了。奶，我们今天去县城卖蚊香，遇到了我后婆婆的弟弟了，他就一直在盯着我们，怕是打上了蜡烛和蚊香方子的主意。难怪之前会假装来村子里收粮食，然后对大伯几人搭讪挑唆。他们可能是听说咱们卖蚊香生意好，就想让我后婆婆赶快回来，把方子搞到玉家去。玉家这群不要脸的货，居然惦记起我们家的方子来了。对啊，但有的人呢就是那样的不要脸，因为你们以前有钱有好的都往县里去送，我后婆婆和玉家的人心里就认为陆家的东西和钱其实就是他们的呢。都看着我们干嘛？你们几兄弟嘴给老娘紧一点儿，要是玉老六或者是玉家的人再过来找你们，就别搭理了，否则老娘非扒了你们的皮不可。娘，我们肯定不会泄露方子的。不只是玉家，包括对我公公都不能说，不然他要是知道了，为了哄后婆婆高兴，玉家也就绝对要知道了。方子的事儿可一定不能泄露出去了，谁要是敢说出去，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就从家里头滚出去，我绝对说到做到。五郎媳妇儿，咱们要不要做点什么准备呀？不用，咱们等着他们先动手，然后再出手。好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奶，今天家里就可以开始去收村里的艾草和松果了，您让堂哥他们去村里说去。哎，我去说就行了，他们几个说不好。那肯定您老出马更好，我这不是怕您累到吗？哎呀，这点小事儿累不着我。行，那我就先去了啊。相信你们也听说了，我们家最近做蚊香卖，所以需要很多的艾草和松果。我们家人多，确实是可以自己去摘的，可是我和五郎媳妇儿呢，都想着咱们不能只是自家人赚钱呀，也想拉着村里的大家伙一块儿赚钱，所以就准备以后的艾草和松果呢，都在村子里头收了。你们要是相信，就尽管去摘了来陆家，我们肯定都花钱买，钱当场就结清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您老就是村里最心慈的老太太。是啊，村里的老太太可没谁能做到像您这样大度的。哎呦，也难怪你们家能出一个秀才呢。五郎一看也是有出息的，以后你们家怕是还能出第2个秀才。哎呦，这五郎媳妇啊，真是个福星。五郎媳妇也是个心善仁义的，咱们果然没有看错她。陆大娘，您就是有大福气的。当然也有人打探这蚊香啊是怎么做的，这可是我们家的秘方，这要是说出去，我们陆家还卖什么啊？五郎媳妇儿，那蚊香不会就是用艾草和松果做的吧？对，确实是有这2样东西。
既然要收艾草和松果，大家肯定都能猜得出来，蚊香需要这2种东西。其实啊，就是不收，只要陆家人天天上山去摘这2个东西，别人也能发现。这2样东西就能做蚊香了？这就无可奉告啦。你们要是觉得能做，那可以自己试试啊。另一边，卢县令和家人用了蚊香，都发现呀，这真是个好东西。这外面卖的蚊香比送你的可要差多了。他送来的蚊香快要用完了，我原本还说和他满意些，现在他们家的人在外面卖，倒是可以不用去问了。你还是得去问问，我可不喜欢这种蚊香的味道，爹娘和儿子女儿那里他也不会喜欢。我问过采买的下人，陆家人对外卖的蚊香和蜡烛并不是送我们那种。行吧，我过2天问问。又过了2天，姐夫，你们家做的蚊香真好用，我昨天买了几盘回来，家里的人都喜欢。我们家做的蚊香啊？姐夫，你不知道陆家在卖便宜蜡烛和蚊香的事吗？我知道卖蜡烛的事，你的意思是县城里的蚊香是我们家卖的？对啊，而且还是你家老宅做出来的。陆家不止卖，他们这2天啊还在村里花钱收艾草和松果，说这2样就是做蚊香的东西。不过肯定还有其他东西，不然村里的其他人家也能做出来蚊香。你是说那蚊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对啊，不只是蚊香，那便宜的蜡烛也是你们家做出来的。姐夫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最近都没有回老宅，所以不知道。你知道是谁带着做的吗？是五郎媳妇儿。那蚊香好卖吗？特别好卖，听说陆家每天啊都能赚好几两银子呢。之前每盘蚊香卖2文，这2天涨到3文了，一天能卖上千盘蚊香呢。还只是卖早上的1-2个时辰，要是一天都卖，赚的钱肯定能翻倍。生意这么好啊？对，我去买过蚊香，看好多人抢着买。他们卖的竹子蜡烛和宝塔蚊香是多少钱？竹子蜡烛和宝塔蚊香，没见他卖这个呀。姐夫，你见过？你姐的身体还好吧？回家习惯吗？我姐回来之后就病了一场，说担心她不在家，你能不能吃好睡好，还担心老宅那边的人会不会继续怪她。她整日以泪洗面，不想让你为难。其实并没有让你回来接，还是我实在是心疼她，怕她没有你在身边病得越来越严重，这才主动跑去县城找你。姐夫，你要怪就怪我，可别怪我姐啊。我怪你干嘛呀？你做得好，你姐身体本来就娇弱，这几天受苦了。相公，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啊？相公，我真的好担心你啊，好想你。我也想死你了。哎呀，心肝儿，你这是想要了我的命啊！哎呀，讨厌！相公，你今儿个就接我回家吗？哎，我怕娘还在生气呢。要不你先送我回老宅吧，我先跟娘道歉，让她消消气，先原谅我吧。哎呀，不然我这心里啊总是不安，也怕他们因为我迁怒了你，做什么都不征求你的意见。没事儿，我会将娘哄好的。不过回家前确实需要去老宅哄哄我娘，我一会儿就陪着你回老宅。相公，我都听你的。这女儿真厉害呀，这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能将女婿迷成这样，真是好手段。玉老六去县城找我爹，我爹去玉家，接着我后娘现在朝着我们村来了。你让人盯着你爹和玉老六了？对。你爹肯定是知道我们做蜡烛和蚊香的事情，故意带着你后娘回来打探。而你后娘呢，十有八九是冲着方子来的。娘子高见。你后娘会不会让你爹直接问啊？以他的性子不会，他做事历来都喜欢耍心机，不会让我爹觉得他是冲着我们家方子来的。我猜他可能会说，为了让奶奶原谅，主动要求留下来伺候。他算计什么都是让别人上，就是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水莲花。他可不就是朵白莲花。你还真是会形容。
要真是这样，那咱们怎么都得让她如愿。你意思是她想留下就让她留下？谁说伺候婆婆只能在老宅啦？将婆婆接到县城去享福，体验下她娘之前享的福，那也是认错和尽孝嘛。还真被五郎媳妇儿给说对了。老五带着这狐妹子回来，肯定是冲着蜡烛和蚊香方子的。呸！有点好的就惦记，真是太不要脸了。老五，娘不是将你那不孝的媳妇送回娘家了吗？你怎么又将她带回来了？是想故意欺娘？你们到了门口也不进去，居然站在门口腻腻歪歪的，这都多大年纪了也不害臊。老五啊，不是嫂嫂们说你，这才几天时间不见呢，就和你媳妇儿当众这么腻歪，这也太不知羞了吧。哎呀，人家才成亲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都没你们这腻歪肉麻劲儿啊。哎呦，可不是嘛。老五啊，你们两口子到家门口了，还要彼此看着缠绵，这眼睛都拉丝儿了，真是伤风败俗啊。老五媳妇，你这般作态，知道的你是秀才娘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个窑子里出来的姐儿。几位嫂嫂，你们胡说些什么呢？几个嫂嫂，我知道你们一直对我都有意见，可也不能这样给我们泼脏水呀。我们就是在门口互相看一眼，怎么到你们口里就这样不堪？你们这样胡说八道，败坏我名声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你们这是想逼死我吗？我呸！谁故意败坏你的名声了？大家眼睛又不瞎，你们刚才互相腻歪，看着眼睛都拉丝儿了，我们可是都看到的啊！老五媳妇，你这故意装柔柔要哭晕的样子，不但是想让老五可怜心疼，还想让这里的男人怜惜吧？哎，你们可要管好自家男人，别被这狐妹子迷了去。看什么看啊？再看那也是秀才娘子，轮不到你去怜惜。就是，她一看就是装柔弱，只有你们这些眼睛瘸了的，才会觉得她可怜。哼，她不要脸，你们也不要脸呀！我呸！还真是不要脸的狐妹子。我没有，你们太过分了，这般污蔑我不活了。娘你怎么了？娘，你别吓我。你们一直都羡慕我娘能嫁给我爹，在县城里面生活，所以就故意对他泼这种脏水，将他逼得哭晕不想活了。他可是你们的弟妹呀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们太过分了，娘！这里有你这个野种说话的地方吗？啊，谁是你爹呀？你爹不是那个周家死鬼吗？你一个来我们家讨生活的拖油瓶，还敢对长辈指责顶嘴，看来平常是没有将我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，和你那个不孝的娘一样。看看你这一身穿着，那还是用我们陆家的银钱买的呢，张嘴就顶撞长辈，果然是个白眼狼。哎呦，你娘上次就装晕，想要诬赖婆婆，这次啊也是装的，哭几声就晕过去了。就是那些病得快死的人，也没这么娇柔吧？哎呀，要不现在咱们就请个郎中来瞧瞧。日前看这丫头还以为是个好的，谁知道居然这般顶撞长辈，不像话。长辈们说话哪里有他多嘴的份儿？他还不是陆家的种，就妄想着插手陆家的事儿。吃喝穿那么好，都是陆家供的，这般还嘴指责伯母，真是没良心的白眼狼啊！这样喜欢顶撞长辈的闺女，谁家敢娶啊？够了！我知道你们对我媳妇儿一直有成见，可也不能这样对弟妹泼脏水啊！我媳妇儿清清白白，你们别血口喷人啊！兰儿也只是心疼她娘晕过去，才说了几句。你们身为长辈，怎么就这么容不得人？刚才我们夫妻就互相看了一眼，在你们口中就说的那么不堪，你们简直就是无知村妇，不像话！而且对我媳妇儿泼脏水，我们丢了脸，你们能得什么好？我就说你媳妇和这野种怎么还敢顶撞长辈，原来都是和老五你学的呢。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你嫂嫂，你居然骂我们是无知村妇，不像话！你也是个白眼狼。你们看看自己的媳妇儿，还不快来管管？哪有这样对弟妹泼脏水的？不是我媳妇儿怎么了？她和她嫂嫂们说的也没错啊。老五，你自从考上秀才后是越来越飘了啊，不将我们这些泥腿子哥哥放在眼里。可你也不想想，这些年家里省吃俭用，给你送了多少银子都说，每个月还要给你们送肉、送鸡蛋和菜，新娘一出来就给你们送去。
你媳妇儿还拿着我陆家的东西补贴了娘家那么多，让你丈母娘1天3顿带着孙子去你们家吃肉吃大米饭啊！你们在县城吃得好穿得好，我们和娘却在家吃糠咽菜，穿的也是打补丁的旧衣。现在我媳妇儿不过说几句，你媳妇儿就装晕，你那野种就敢顶撞长辈，你更是对嫂嫂不敬，对我们这几个哥哥也趾高气扬，你们才是不像话呢。你要是这么嫌弃我们，那以后就带着你媳妇儿在县城过，别回来了。你后娘又在装晕了，听得出来你爹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和他几个兄弟闹翻啊？他不会的，不管是要继续占家中的便宜，还是名声上，他都会忍下去。当年他娶了我娘，就住到了我外公家的院子里，美其名曰好跟着外公念书，就有人背地里笑他和上门女婿没什么区别，可他这都能忍。表面上对外公很孝顺，对我娘也很体贴，所以这点事儿他肯定能忍下去。那就让他忍着吧，这不过才是个开始呢。确实只是个开始。四哥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们对我不错，可我对你们也不差呀。家里的地不是因为我才免的税吗？服役的名额也因为我家里才免了。我对这个家也做了不少贡献，怎么到你口里就反成了我的不是啊？家里的地因为你免税啊，可大部分的粮食和收入却都送去县城给你们全家花了。你们天天大米饭顿顿肉，我们却在家里喝粟米粥吃咸菜。你这样啊，可比雇长工划算便宜多了。老五，你可不要将大家当傻子。以前我是顾念兄弟情谊没有说出来，可现在你却支持你媳妇儿和这个野种顶撞长辈，我就实在忍不了了。我们这些兄弟又算得了什么呀？不过是你的踏脚石罢了。四哥，不知道你被谁挑唆的要和我这个兄弟生分啊？可你这些话也太伤兄弟和气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就看着他这么诋毁我们夫妻吗？老五，你说的什么话？老子也是被你气到了才会这样说，怎么就变成诋毁了呢？你几个嫂嫂也没坏心眼儿，只是看你们夫妻那么不讲究，才没忍住说几句。他们几个嘴碎点儿，但也没坏心。你和你媳妇儿在外面也注意点儿。就是老五，你们夫妻本来就该自己注意点儿。我媳妇儿说的也没错，身为嫂子好心提醒你们，怎么就变成他们的错了？你们，老五，你们夫妻差不多得了。娘之前被你媳妇儿可气得不轻啊，这才送回去娘家没几天，你就带着你媳妇儿和2个野种上门，是不是想故意继续气娘？老四，你血口喷人啊！我是带我媳妇儿来和娘认错的，怎么可能气娘？我可是最孝顺的。哟，你最孝顺啊？这意思是我们4兄弟不孝顺啊？在村里一直伺候娘的可是我们4房的人。老五，你可别往脸上贴金了。你们是不是做蜡烛和蚊香赚了钱，就觉得用不上我这个弟弟，所以想甩开我了？你还说我媳妇儿和嫂嫂们会泼脏水，我看你才是最会泼脏水的。这些年家里给你送了多少钱？你说这话也太丧良心了。你要维护你媳妇儿，难道我们就不能维护自家媳妇儿了？老五，做人要有良心，你现在越来越没这玩意儿了。四哥，我可是一直都很尊重你们这些哥哥的，没想到你们赚了几天钱就飘的针对我这个弟弟。你们既然要这样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但这个家里我也是一份子，我也是要孝敬娘的，你们别想阻止。我现在就要去见娘，扶着你们娘先进屋。她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被这样气晕了，还不知道有多伤身呢。好的，爹。你这个混账不孝子，看到亲爹被人败坏名声，也不会出来帮着说说话，我白养你这么大了。爹，几位伯伯伯母不就是说了几句实话吗？你至于这样气气败坏吗？你越是这样，不就越显得心虚吗？而且我以前是外公花钱养大的，被你送到乡下来，却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了，所以你这话说的也不对。你这是又要顶撞忤逆我。爹泼脏水的功夫那么厉害，孩儿哪里敢顶撞忤逆？上次你泼完脏水就将我送到了乡下，这次对我泼脏水，
难不成是想直接将我赶出家门？你这个顶撞亲爹的不孝子，看老子不打死你！天哪，公公打儿媳妇了！天哪，五郎媳妇真勇，竟然连公公都敢打。爹，你因为外面的事情不高兴，气不顺，也不能打我媳妇出气啊！爹，我知道自从你娶了母亲以后，就看我这个亲儿子不顺眼，恨不得我去死。你对我怎么样都行，可求你不要打我媳妇儿啊！爹，你要打就打死我吧，别打我媳妇儿。老五果然好惨呐！荣哥呀，你怎么样了？你竟然打公公，你太放肆和不孝了！后婆婆，你这回是不装晕了，就怂恿挑唆公公打我。我知道了，你们一直都希望我还是曾经那个傻子，这样就能拖着相公的后腿，让相公出门被同窗嘲笑，让他丢人。现在见到我恢复正常，你们就见不惯了，恨不得立即将我继续打回傻子，或者是找个机会休了我。公公，你打我，你竟然当着陆家的人颠倒黑白，反对我去泼脏水，难怪我后娘说你是毒妇，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后婆婆？和有了后婆婆就变成后爹的公公，你们看我娘家人和我断了关系，你们就欺负我。你这个，我这个什么？公公还想要再来几下？那我这个当儿媳妇的，自然是要成全您了。你不要过来！陆勺是我的人，要打也就只有我能打，谁要是敢动他一根头发，我就让谁好看。就像是这样。多谢娘子相护，娘子霸气威武。多谢相公夸奖。娘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被这两个逆子打死了。娘，你快看看父亲吧，他被打得都站不起来了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们家呀是倒了8辈子的霉，才会将你这个丧门星给娶进门了。整天不是挑唆着老五对亲儿子不好，甚至泼脏水下手，就是对老五缠着黏糊腻歪，可不就像是那些不正经的景儿吗？五郎亲娘还没有去世的时候，老五对家里的哥哥嫂子那都是很尊重的，现在呢却被你给挑唆的和几个哥哥都离了心了，你就是个搅家精啊，你还每次都装晕装可怜。于是我不管你以前在周家是什么作风，可是现在嫁到了我们家，那就得清清白白的做个正经人，不要将那些狐妹子的一套带进来，让别人看了笑话去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娘，我没有啊。你除了会哭着说，你能不能去换点新词吗？陆梅和你这个后娘关系倒是好的紧啊，学你这一套假裤也太像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才是亲母女。奶，咱们俩才开始兴旺，他就这样进门就哭哭啼啼的，这不是败家衰家之象吗？家和万事兴，他这样搅架就是不想要咱们老宅安宁兴旺。老五媳妇儿，你给老娘闭嘴！要哭啊你就滚出去哭，别在家里头哭，你这个丧门星真的是太晦气了。娘，您怎么也跟着几个嫂嫂胡说起来了？我们刚才真就门口互相看了一眼，他们就张口乱说。婉之对您可一直都是孝顺的，今天还是他主动提出想要来老宅找您道歉，求您原谅呢。哼，他这个丧门星的孝顺我可要不起，我怕太晦气了。娘，您这是在气头上才会说这样的气话。婉之嫁给我之后，将家里打整得很好，让我读书没有后顾之忧，对我的运道事业都有帮助，可不是什么丧门星啊！您别听别人故意挑拨。对你的运道事业有帮助，所以你接连2次考举人都失败了，果然不是丧门星，他好旺你啊！五郎媳妇说什么大实话呢？你公公被狐狸精迷了眼，勾的心思都不在读书上了，可不接连考举人失败吗？在你公公眼里，这不是丧门星，是福星呢。屁的福星啊，他就是个丧门星，难怪老五接连考失败呢，可不就是被他给衰的吗？嫁到家里这么多年了，也没给老五再生个一儿半女。哎呀，整天哭哭啼啼的，一脸晦气，就是败家衰家之相啊！
老五啊，我看你直接把这个丧门星给休了吧，娘重新帮你去娶一个有福相的媳妇儿回来，你明年就肯定能考得上举人，然后呢，再生几个亲生的儿女了。娘，我们一家都好好的，我明年肯定能考上举人，您就放心吧，您就别生气了。您儿子我现在被打成这样，你也不说心疼一下。哼，你也是活该，气不顺被丧门星挑唆个几句，就要对儿媳妇动手，你可出息了你呀！是五郎顶撞我，我这才没忍住想教训他的。谁曾想，五郎媳妇这么不孝，抢过扁担就打我，还将我踹倒。这件事我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去找族长和族老们评理，这种儿媳妇不能要了。哼，我看五郎媳妇才该被休了。对，就该把这个有疯病的死丫头休了。乔叶是我妻子，休不休的可轮不到爹你来做主。他都打我这个公公了，这么不孝的儿媳妇我家可不敢要啊！我直接去找族长和族老，你不休也得休。他什么时候打你了？明明是你打的我媳妇儿。对啊，明明是你打我，但我躲开之后你打到柱子上，扁担反弹了一下，反倒打到了你胳膊上。接着呢，你很生气，再次挥扁担打我，我躲避你还将扁担砸到地上摔断了。我更没有踹你，是你故意躺下想要讹诈我。我们可以去请郎中来看你有没有受伤。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不是说的对不对，而是本来就是如此啊。我只看到老五打儿媳妇儿，还不小心自己把胳膊弄伤了，摔倒也是自己摔的。哎，要不我让六郎去请郎中来看看？对，事情就是五郎媳妇和我男人说的，我也看到了。老五，你都当公公的人了，怎么还想诬陷儿媳妇呢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们也都看到了，明明是老五你打儿媳妇儿。我们也看到了，是五叔打五郎媳妇儿。你们简直无耻！这可都是和你们夫妻学的啊。公公，你不是要去找族长和族老们诬陷冤枉我吗？要不要让堂哥他们送你过去啊？娘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哎呀，我之前一直都在屋子里头，什么都没看到，怎么为你做主啊？娘，是不是死丫头用了什么东西迷惑了你们？哼，你当老娘是那么好被迷惑的？我本来就没看到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之前娘在屋子里没看到，可你们都在院子里啊，却都看到了。你们要当我是亲弟弟，咱们以后一起过好日子，你们就送我去见族长，帮我作证。公公啊，你们在县城过那么好的日子，可都是压榨吸血你这几个亲哥哥呢。现在他们都指望不上你过好日子，以后又怎么能指望呢？我看你其他本事不行，这画扁骗人的本事倒是厉害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我可是你们的亲弟弟啊！你是不是又被狐妹子迷住，所以想帮他们了？你别忘了，现在这个家是谁挣钱，谁才是带我们过好日子。你那兄弟说带我们过好日子，可说了那么多年都没有实现。哎，不对，他自己倒是过上好日子了，只是没想过你们这些哥哥罢了。这娘们真是彻底翻了天了。老五，你看到了，哥哥也没办法。我没看到五郎媳妇打你，所以你就别想去村长那里闹了。还有那什么休不休儿媳妇的话，以后也别说了，否则要被你儿媳妇收拾的。你呢，别也是又要心疼怜惜那个狐妹子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和老五媳妇清清白白的。老五，你打儿媳妇的做法不可取，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老五，别闹了，你儿媳妇好着呢，你别总想着找她和五郎的茬儿。五郎是你的亲儿子，你这个当爹的怎么就这么狠心呢？这要是换成我儿子，我绝对舍不得动他一根手指头。你们，哎呀，让你媳妇儿扶着你进来。我进屋。相公，要不要先请郎中过来瞧瞧呀？先不用，我晚点回县城去看。娘，您别生气了，对身体不好。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让您消气的。自从我搬去县城读书之后，都是大哥他们在您面前尽孝，
我这心里也一直都不是滋味，想要在您面前尽孝，只是碍于要去县学读书继续科考，这才没法啊。难得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婆子，我还以为你心里就只有那个丧门星呢。娘，我那天真不是故意推您的。娘，夫君在县城可一直都记挂着您，我也想对您尽孝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求您原谅的，我们也不回县城了，就留在您身边给您尽尽孝，直到您原谅我为止。对啊，娘，您就让婉芝留下尽孝吧，她留在您身边尽孝，我也能放心啊。等我回去后，再去县学请几天假，回来陪你，好好孝顺你。我不需要你们尽孝，你们回县城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吧。娘，您以前总是念叨我陪您的时间少，现在我和我媳妇儿要回来，您又不同意，那您要我怎么办啊？我们夫妻就想在您面前尽尽孝，让婉芝弥补之前犯下的错，您就同意了吧？奶奶，既然公公他们这么有孝心，那您就如了他们的愿吧。五郎媳妇儿，你觉得应该留他们下来尽孝？奶，要尽孝并不是非要留在老宅，你本来就做到了该享福的年纪，我公公和后婆婆要去接您去县城享福孝敬，您呀就别拒绝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说要去县城了？怎么，你能接岳母去县城1天3顿的供养，这对亲娘就舍不得了？这就是你口中的孝顺？奶，他们不愿意接您去县城孝敬您，只愿意孝敬玉老太太。老五，这就是你的孝心？你是不是怕我去了县城阻拦你孝敬岳母啊？我这个老太婆碍着你们夫妻的眼了？娘，您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会怕这个呀？您是我娘，我最重要的人，怎么可能碍眼呢？您别听这死丫头挑拨啊！我主要是怕您去了县城住不惯，这才说让婉芝留在村里伺候您一段时间，我也回来陪陪你。你都没有接我去住过，又怎么会知道我住不惯呢？说来说去就是嫌弃我这个老太婆了。老五啊，你这个丧良心的，以后你就和你岳母过日子去吧，我们老陆家没有你这样的不孝子。娘，我和婉芝留在老宅孝顺您，不也是一样啊？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娘之前也不是常来的，我们都来老宅伺候孝敬您，我娘就不可能去县城了呀。我还没有住过县城呢，你们既然要尽孝，就接我去县城伺候，要是没有这份孝心，你们现在就滚出去，在老宅孝敬伺候我，你们真以为打的那点小心思我看不出来呢？哎呀，娘，我可是您的儿子，我孝敬您而已，能打什么小心思？行，那你们今天就接我去县城，否则我现在就去找族长和族老们评评理，就说你怕我去县城妨碍你对岳母尽孝。哼，我有这么多的儿子，也不差你这一个。娘，这点小事何必惊动族长和族老呢？我们在老宅孝顺您不是更好吗？公公，去请族长和族老做主，不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吗？怎么到了奶奶这儿，在你嘴里就好像她是无理取闹一样？你这就是典型的宽以待己，严于律人啊，律的还是你亲娘。这里有你这个晚辈说话的份吗？你能不能闭嘴啊？现在这个家奶奶已经交给我当家做主了，你说我有没有说话的份儿？娘，他是胡说的吧？是真的，最近咱们家呀都是五郎媳妇儿当家，我允许的，家里的钱以后也是五郎媳妇儿管。娘，你疯了！老五，你怎么和娘说话呢？你才疯了，娘正常着呢。老五，老四说的没错，你当了秀才娶了玉氏之后越来越飘，现在都敢编排起娘来了。不错，之前你不将我们放在眼里就算了，现在连娘你都不放在眼里了，还咒娘疯了，你怎么这么不孝啊？再说五郎媳妇当家挺好的，
我们每天都能吃上肉，还有新衣服穿。就是啊，五郎媳妇儿当家那是经过娘的允许的，我们都同意。我不同意，她就一个小丫头片子，哪里就能当家了？你们别被她哄骗了。你反对个屁呀！这个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我说让五郎媳妇儿当家，就是她当家。她是全村公认的福星，又能带着我们家的人赚钱。最近家里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了，容不得你们夫妻来破坏。反正怎么都不能让这死丫头当家，就算闹到族老和族长那里，让她当家也说不出去，他们也不会同意的。哼，不让五郎媳妇儿这个福星当家，难不成你还想让你家这个丧门星当家呀？你想都不要想，就是老娘死了也轮不到这个丧门星来当家。行，你要闹到族长和族老那边去，那我们现在就去。家丑不可外扬，这点事就别去找族长他们了，您消消气。那你接不接我去县城孝敬啊？你要是不接呢，我们就去找族长评评理，说说你的不孝。知道的那是你岳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有什么不正经的关系呢。娘，你胡说些什么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您还让我怎么做人考科举呢？你自己都不怕败坏名声，那我也无所谓了。我就最后问上一句，这个县城还去不去了？当然去的，娘您想去哪里都可以。那我回县城准备准备，过2天来接你。这2天我先留着伺候您吧。他留下2天，怎么都要想办法探查方子。等拿到了方子，给他小弟卖了钱，他就等着看这些陆家人哭吧。都想着老五为了他媳妇还真是豁出去了。这方子被玉家弄到手，拿出去卖了，对老五能有什么好处啊？他们才是一家人呀！哼，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不用做什么准备，我更不需要你这娇气又丧门星的媳妇儿在老宅伺候我。到时候把我们老宅的风水给带没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娘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您这样坏我的名声，对您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可是您的儿媳妇。哼，你败坏我的名声，让别人以为我是恶婆婆的时候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啊？你本来就是个丧门星，否则我儿子怎么娶了你之后就再也考不中了？你嫁进来之后，我们老宅的日子也是一天过得比一天差了。你告诉我，少装什么少奶奶，人家五郎的亲娘才叫真的城里人，那什么门第的小姐，书香门第。对对对，所以才能望得老五考上了秀才，你却摔得他考不中。你看看啊，我这才说了几句呀，你又哭哭啼啼起来了。老娘可不是老五，会心疼怜惜你这个装模作样的姐儿样。哎呀，看看你这个样子，老娘就觉得晦气。娘您别说了，我今天就接您回县城，行了吧？老五，你这口气是很不欢迎我去县城吗？娘，您又误会了，能在您膝下尽孝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哼，希望你这心里头啊真是这么想的。行了，我去收拾东西去。奶，您一个人去县城我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他是我的亲儿子，难道还能吃了我呀？我倒不是担心公公，而是怕那个后婆婆欺负你，她会不少阴狠的后宅手段，就怕用在您身上，比如晕倒等手段，冤枉陷害您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您也带2个孙子和2个孙女啊，去到县城，叫他们护着您。玉太太能带孙子，你也能啊。而且要是有事，你就让他们回来喊我们，我去县城为您撑腰。谁要是敢欺负您，我就打的是满地找牙。好，听你的。他们如果想从我的口里讨方子，我是绝对不会说的。我当然相信奶奶会守口如瓶，便宜玉家的事儿，您才不会做呢。
那是自然了。哎，那你说我带谁去啊？南爹让七郎和八郎去，因为有陆周兰在，他们的年纪不容易被说闲话。女眷这边呢，带上五丫跟六丫，他们俩的性子不容易吃亏。好，就带他们去。七郎、八郎、五丫、六丫，你们也去收拾包袱，跟着我一块儿去县城住。娘，我接您去孝顺，您带孙子孙女去干嘛呀？怎么，你岳母能带孙子，我这个亲娘就不能了？哎，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想着家里不是在做什么蜡烛和蚊香吗？他们4人留下不是能帮忙吗？不缺他们帮忙，你哥哥嫂子之前挣的钱可没少往县城送给你们花费，你侄子侄女儿去住个几天还能吃穷了你了。你可不要被人吹吹枕边风就不知道自己姓陆了。你要是想姓玉，那我可以成全你。好，你愿意带就带，家里肯定不缺这点口粮。家里的蚊香用完了，我来找你问问，你这里还有吗？啊，还有竹子蜡烛，我爹想买一些去送人。这位是我娘子乔叶。弟妹好。几公子好。哎呀，几公子快坐下，你找五郎有事儿，那你们聊啊。蚊香和蜡烛都有，蚊香还是上次那种，蜡烛除了竹子模样的，还有梅兰菊模样的。哎，那不就是聚齐梅兰竹菊了？能拿给我看看吗？你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拿。村长、组长、大哥、二哥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之前有人去叫我们，说老五打儿媳妇儿，我们就过来看看。多谢几位长辈的关心，之前我公公也是在气头上，才会对我挥扁担，不过都被大伯他们拉住了，所以我也没受伤，让各位长辈们见笑了，还劳烦你们过来一趟，辛苦了。对，我们将老五拉开拦住了，五郎媳妇儿就没受伤。老五被他媳妇儿怂恿，这才会冲动的，现在他已经知道错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误会了，是五郎媳妇儿要对我动手，我根本就没有打他。老五，你自从娶了周家寡妇之后，越来越不着调了，你哥哥他们都看着呢，你还狡辩，我看你简直是色令智昏。你可别忘了，五郎才是你血脉相连的亲儿子，你老是看他不顺眼，盯着和他媳妇儿找茬，有意思吗？别被个女人吹吹枕边风，就不知道自己姓陆了。你这多好的儿媳妇儿，还是咱们村的福星，你干嘛就不待见她呀？是不是她不傻变正常，让五郎不会再被人耻笑丢人，你这个当爹的心里就不爽了？不亲近自己的亲儿子，却对周家的种比亲儿子好，我们看你是越来越糊涂了。哼，不像话，老五你太不像话了，你爹要还在世，非得打断你的腿不可。现在我们家是五郎媳妇儿当家，我哥哥他们都向着他，他们的话根本都是假的，被打的明明是我呀。哎，老五，这明明是你打五郎媳妇儿，他害怕的躲避，你下手太重，扁担反弹反打上你胳膊的，你怎么好意思拿出来冤枉儿媳妇呢？就是，我们可都亲眼看到，是老五打的五郎媳妇。五郎还站出来挡了挡，要不是他几个伯伯拉着，五郎可就要遭殃了，今天非得被老五给打死不可。你们血口喷人，简直胡说八道，不可理喻！冤枉啊！我可从来没有做挑拨夫君对付五郎的事儿啊！我一直都将他当作亲生儿子一样。今天也是他顶撞了夫君，夫君气怒之下才拿扁担要教训他的，谁知道却被五郎媳妇抢过来反打了公公。你们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良心过得去吗？哼，你们夫妻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我们可是全家人都看到老五打五郎媳妇，还要对五郎下死手，更没有听到五郎顶撞老五，他媳妇更没有反打公公。你们怕他压了野种一头，现在又当着族长等人和季公子的面，当众冤枉五郎顶撞长辈，想败坏五郎名声。你这个毒妇，真有脸说自己没有针对五郎？